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开始。那个首先感谢孟导光临我们这个播客，就是感觉很荣幸，因为我怎么说呢？看了你那么多年那个话剧，所以今天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交流一下，我感觉特别高兴。我也特别高兴。好我觉着肯定好，聊点好玩的事儿吧。是，对对，有点好玩。而且今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戏剧节，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草薇是每年的8、9月、9、10月每年10月乌镇戏剧节，啊每年6月阿那亚戏剧节，哦，有各不相2个，同。一个在海边儿，一个在小桥流水，一次得10几天吧。一次11天，这次特别好玩，对，特别好玩。因为这次准备这个约那个孟导聊，然后我就是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就唤起了很多回忆。就是我做企业以后，因为没时间，最近10几年，其实在文艺方面是损失很大。比如说我们采访作家双雪涛，然后我很早就听过他的名气，他比我小10来岁，所以他出道的时候我已经不怎么看小说了。但是他们说一定要采访这个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些功课，然后就看他的书，结果发现特别特别牛，就完全错过了。就他们这一代，他们说还有好几个也特别牛的作家。对，我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我到40岁以后就很少看虚构类的了，小说。都是就看非虚构，什么商业的，因为做企业嘛，就去补那些课，然后很少看小说。结果看完了，您看过吗？我没看过，没看过，特别牛。但是他的好多作品我们改编成影视剧了嘛？对，原著太牛了。强烈推荐一个中篇3万字，回去路上就看完了，叫《平原上的摩西》，也改编过。对，那个原著惊艳，我当时就震惊了。哎，其实可以弄成话剧。哎，我觉得也是。哎，平原上的摩西改话剧巨牛，那肯定厉害啊，特别牛。对，孟导可以看看。对，可以看看。对，好。然后，哎呀，太厉害了那个。然后，电影也是少看了很多。然后，舞台剧更是就不知道，就整整10年基本就没看过。是。中间音乐节、摇滚我还时不时零星会去。但今年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得去。对。太好玩了。是。我看了一下关于这个的报道，还有一大堆短视频什么的，就感觉就好像做这个破公司做的，好像人生损失也挺大的。对，就是你反正，当然我做企业我也感觉做的很过瘾，但是你就很难讲这个人生的得失到底是哪个对哪个错，就感觉损失的特别多。然后准备今年戏剧节去到那儿泡个10来天那太来劲了，有国内的、国外的，是，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肯定来劲。然后我还看了一个数据，挺震惊的，我不知道孟导有没有研究过这个行业数据，就是中国舞台剧最近几年年市场已经到100多亿了。不光是话剧，所有的都算上，舞台剧、音乐剧，什么各综合的那种，现场的那种剧，有那么多吗？对，有100多亿。那么乐观吗？不是我乐观，我看的调研数据。但是最近这一年，好像过去的这一年没有那么乐观，是吗？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观赏的途径多起来了，所以它满足的点也比较多了。是，所以就舞台剧终究是舞台剧嘛，它得现场感受不一样。是，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影一年不就400-500亿吗？然后现在被短视频、短剧给冲击的特别厉害。对。然后再加上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以为整个文艺市场都是萧条的。结果我们前一阵研究的时候说，那个演唱会就火得不得了。对。以前再大牌的歌手，天王天后级的，也不可能在鸟巢开10场。现在鸟巢那种7、8万人坐满了，都能开10场8场的，这也太离谱了。对。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做了一些调研，然后显示就比较复杂的原因吧。然后舞台剧也是一直在涨，从您出道的那个90年代，就是等于体制内的那个渐渐没人看，市场化的还没有起来。对，那个年代到今天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但是中间有一些波折，但一直在涨。是不是涨到去年25年初就到了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就我不看再的整个市场的大盘数据是到24、25年过了100亿，哦，那然是整个的，疫情前是80多亿，后来他们说报复式的涨，对涨完了对，以后以为会掉，但是结果一直还在涨，还掉了，掉了吗？掉了，最近掉啊，了啊。明白。最近有排新的吗？我最近也在嗯，排戏，我今年上半年我准备玩一个狠的，就是我做5个戏，做5个戏，嗯，对。怎么讲？就是每年啊，因为又要做戏剧节，然后呢，然后又要请国外的戏到这儿嗯嗯，来，又到戏剧节上，然后又要有主题，又各种，其实挺多事儿的，工作量大啊，工作量大。对对，然后你又要排，我是个导演呀，我又不是一个戏剧组织者嗯嗯，啊，但导演就是戏剧组织者了，对，当然了。然后，但是整个作为导演来讲，还是要排戏啊。我对对，我我排戏，我拿着一个，就是拿着一个这个水杯在排练场，嗯，我高兴。我就喜欢排练场。是泡着枸杞子那种对对对，水杯吗？不用泡枸杞，就来劲。嗯嗯，然后呢，你愿意在排练场上跟演员呀，完了以后交流，哎交流。就工作本身享对，受，但是少了。我觉着一个正常的话剧导演嗯，一年应该排呃3个戏，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这也是因为您多年一直都高产吧，也不是。他也不高，我还好，不算太高产。我这次就是因为准备这个对谈访谈，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您排了那么多戏，因为我后对对边后边十来对对对，年没怎么看舞台剧什么的了，嗯所以我嗯嗯。不知道您排过那么多啊。我最近主要是因为有小剧场的，嗯有的时候那个小剧场排完了以后就止于小剧场了，就在嗯，小剧场演了，就没有在大的地方演。明白。所以小剧场呢，比如你有5个演员，然后1个月5个演员跟你一块儿混，哇，弄完以后，然后就出来了。你3月就仨戏了，没问题，嗯是肯定可以的，而且那个布景也简单，然后就看演员的了。嗯嗯，就看导演的聪明和演员。那为啥今年要搞5个呢？是因为前边儿耽误了，有点急对对对，去急年急了。就弄了上半年弄了一个，嗯，下半年弄了一个，就弄了2个戏。我觉着好像我有一种感觉，还是可以多排点戏，我有感觉。我们当然想看多排的，但是对对对这个音乐节也说实话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对，让两个好像都大家能搞起来了对，啊。让大家都在一个嗯，乌镇戏剧节都10几年了，是，阿那亚戏剧节是今年第6年了。嗯，就是如果要今年第6年对。了，就肯定大家都凑在一起。我在我朋友圈里看，每年到那个戏剧节开的时候，有很多我认为肯定不是文艺青年的那帮朋友，也都在讨论和去看了。对，他们也会。反倒是我这个老文青，对呀、最近10来年这些全部什么文艺活动都缺席了啊。对，文艺活动还是所以最好别缺席。对对对，所以今年一定要补上。以前老想着退休以后再说，但退休还不知道啥时候呢。嗯，是。对。好，那按我们这个叫什么播客的惯例，我们从小时候开始聊起，哦，好吧？嗯，那个孟导老家就是北京的吧？北京出生，北京长大。我是长春出生的哦，啊，我爸爸是南方人，我妈妈是长春人。啊，然后呢，我在长春，出生了以后，然后我2岁就到了。2岁到两岁的北京，到了北京，所嗯，以我的小学、中学都在在北京长大的。对啊。对哦，我还是不知道您家里是东北和南方的那个什么家庭对，啊，我以为是一直都是老北京的。嗯。然后那个家庭就小时候成长是什么情况？父母是跟文艺工作相关的吗？还是毫无关系。我毫无关系？爸爸是一个机关的，做什么计划经济啊什么啊啊之类的。我啊妈妈是一个汽车厂的那个工人，所以她当时从长春那个汽车制造厂，就跟着那个一汽到了嗯，北京了啊，所以我就到了北京了，在北京就所以父母给的环境是跟文艺一点儿都不沾边儿的。没有关系，那他们业余爱好是喜欢文艺的吗？没有也没有。都没有。啊，就是我是
就是突然就蹦出来了，嗯就是我弟弟啊，我弟弟是那个他的理科特棒，完了我就是文科特别。其实我也文科也不棒，小时候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肯就定作文写得好吧？作文就是，其实后来我想写的也不好，就是用一些夸张的词藻和排比，然后来蒙老师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更多的可能是我喜欢出那个在学校出黑板报啊，哎对对，然后这黑板报板书也写得出漂亮。哎对对对，就板书啊什么的弄一弄之类的。其实孩子长大的时候特别需要以某种能力，然后得到外界的正反馈。对。对，对我小时候也喜欢弄板报。哦，因为弄板报的时候，对他可以班里的漂亮的女同学也可以，对对对，陪着你，就是对这放学以后可以一直待着。是，嗯，还有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看很多闲书杂书，也跟有意无意的在女同学面前卖弄有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动力。是，对，是，就比如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像什么小学、初中，尤其初中吧，初中比较明显，高中以后觉得稍微有点幼稚了。初中是刚好有这个意识，小学时候可能还没这意识。所以初中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一些好玩的闲书杂书，然后课间休息的时候聊起来，然后就有些女生眼睛发亮在那看，然后有一些甚至赤裸裸的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说：“哎呀，你懂得真多。”哦，这个其实对小孩是特别有帮助的。它是一个激励。对，正反馈嘛。对，所以就会让你去投入精力去更多这个，而不是去干那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那个初中的时候，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然后呢，我就跟她就是在当着全班就飙外语，其实我根本外语不好，但是呢就飙外语，然后她也飙那么2句，我也飙，就突然就觉着哇。我这英文就好到天儿上去了，但实际上呢，别人就觉着你们干嘛呢？闹什么事儿呢？所以这种小的这种激励，可能也对我也有帮助。对，对，就是男同学进步的动力全部来自女同学啊，但女同学进步的动力未必来自男同学。是的，很有意思。所以那很小，就是父母也没在家里买很多书什么的，让你小时候有比同龄人更多的看书的机会，这些都没有。我记着我当时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我还记得他名字叫，然后他在3年级的时候，小学3年级的时候，突然就在全班里边就说孟京辉，你就不进步，你这个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全班同学不要给他市场。我当时一说市场，不要给我市场，对，有这种措辞，对，我也听过。那不给我市场，就是说我那套东西卖不出去呗。对，那我就后来以后我就暗下决心，我说我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然后我记住我从3年级开始，我的学习就开始好起来了。因为这种失去市场的恐惧。对，完了就是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失去市场就是失去关注。以前就是你动不动就老想弄点什么事儿之类的，后来我记着我当时，哎呦，怎么现在都想起来了，就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就是初中的时候英语老师特别好。然后他教我们，完了我呢就是特别认真的，就跟这个英语老师就学呢，然后就是老师念一句吧，我就大声的念一句，老师念一句，我就跟着大声念一句。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老师很不高兴，就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声音太大了，就是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是。他觉得像捣乱，对他觉得是捣乱，实际上我是认真，我是很认真的，我很忐忑的想要就是努力的把我自己给表达好，就反而也不行。后来以后我们班又来了另外一个那个男老师，那个男老师喜欢那个女老师，我们同学都看出来了，都看出来了。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就觉着这个生活太有意思了啊。
就是整个这个好玩啊。完了，我们还编那个老师的那些，那么小就那么八卦，就是我们就编这老师的好多好多八卦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出黑板报的时候，故意把这个就是藏头诗啊，把老师的这个男老师的名字写在第一个，把女老师的写在第二个，写成藏头诗那种。对对对，那种的，就是就特别好玩。那老师发现了吗？老师没发现，完了学生我们都发现了，都高兴了。对，明白。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儿。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八卦这件事儿是很小就有的。我以为是到了成年以后人才会八卦，好像我们一般说起来八卦好像跟小孩没关系，其实有关系，只是可能小孩不那么关注明星的，但关注身边的。对对，关注身边的。我们那会儿也是有一些师范毕业的老师刚过来，都是年轻的男女，然后我们也在那儿胡猜，有些是有根据的，有些是捕风捉影的。对对，我一直以为我八卦是成年后的事儿，现在你一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有过这些。对，但我们那时候捕风捉影的多，真的少。然后小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开始对文艺作品就是自觉的，就不来自家庭影响，然后自己就突然喜欢上了，比如小说、诗歌、散文或者电影、电视剧什么，就这些，还有印象吗？最初产生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上大学以后，80年代嘛，大学才有大学的时候才真正的感觉到哇，就是各种东西就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波文艺市场的爆发。对，对，他的那种就是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小说呀、戏剧呀、诗歌呀、音乐呀，突然涌入。完了，当时我就记着，哇，在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就完全接受了。中学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中学就出个黑板报。大概理解，因为我是72年生的你比我还大嘛。然后我72年生的，我长大的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印象里有文艺非常匮乏的那个时期，就来来去去看四大名著，然后看传统评书，然后看几个那种传奇小说，像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那类的。对，然后那些很早我就看完了，然后突然就觉得没得看了。没得看，然后有一阵儿觉得特没意思，就反反复复看那些，然后突然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那个文艺出版开放了，是，然后进来很多，包括传统武侠小说也是港台的后边才进来嘛。就那个时候，我们对武侠小说还没那么多感觉，就是看就是那个就是苏联的英雄主义。我记得当时有什么，反正就是类似什么第41个，还有电影呢，反正就各种哇，好看的特别多，太好看了。南斯拉夫那些，对，南斯拉夫的桥啊什么的，那太棒了。对对对，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真的好，那确实好，而且那个带范儿的，就是哎呀，那个每句话都可以就忘记以前就是。我就记着没有那么多，我接着我就一点一说你怎么着，完了以后就是不敢王德彪，就这种，对，就这种就是国产电影里边的1、2个金句，完了就是我们就受用好几年，对10几年。对，但是到了上大学了，改革开放，突然间的所有的信息全进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年轻嘛，就感觉到这就像海绵一样，把这所有狂吸收，就疯狂的吸收。对，对。我记得您是那个高考恢复没几年的时候就去考了，对吧？对对对。那个当时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我们那年就第一届恢复，其实新闻报道过很多。第一届是78、79。对，我们82了，就过了几年。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看到有我们的师哥，就是4年级。都挺有才气的，那批出了多少人呢？真有才气。我记得我刚到上大学的时候，师范大学，我在上北京师范学院，然后现在的首都师大，然后我一去了以后，在水房里有一师哥在拉小提琴，以前我都没见过小提琴长啥样。对，然后我的嘞，他在那个水房里边拉着小提琴。然后旁边呢，完了，我们一去的时候正好是9月份，
然后就有人就完了拿这纸哗，就是给自己这边是洗澡的，嗯，这边是拉小提琴一边的。洗澡一边吊嗓子。哇，太棒了，那绝对太厉害了，给我们觉得这两个东西很天然的就合在一起了。是，嗯，这还不是文艺类院校呢，要不更吓人，对呀。对吧？啊，那那个文艺类的院校，然后我们当时我就记着，去到2年级的时候，我们就集体去长城，去八达岭，去爬长城，然后回来的时候坐火车回来，我就看见就是那个草地上坐着一帮师哥师姐，戴着墨镜，拿着录音机，然后都穿着后来我估计就是那帮子，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那帮人，他们太帅了，就特潮，哎呦，太潮了，然后都穿着喇叭裤，然后他们最重要的是自带气质，所有人都这样，完了以后拿着那个录音机里放着全都是交响乐，特棒。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车缓缓的就走过，人家在那地方，在那草地上，就在那儿目视远方，那一下就把我们的师范类的学生这比得一塌糊涂。所以还有过这方面的挫败感。有，但就也很向往这些，是吧？是后来以后就中文系嘛，然后我们就上学了，就到中戏了。当时读中文系是什么考虑？就是考高考的时候。中文系其实当时还就想当作家呢。我当时有2个愿望，两个梦想，一个梦想就是这个踢足球，一个就是想当作家。好像听说那时候您还是运动健将。没有什么运动健将，不是。不是说在学校球踢得很好。我不是球踢得好，让我球龄最长，因为在中央戏剧学院，我一直在从就是没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之前，就在中戏操场上踢球。后来中戏毕业了以后呢，又没什么事儿，又没啥工作，然后就接着又在那儿，所以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球龄最长的15年，我在那儿混了。幸亏没去踢球，因为就算去踢球，踢得再好，我估计也打不了世界杯。是的。但是你要当时决定去踢球，中国这个先锋戏剧没有旗手了，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也许万一什么？当个好教练呢？是吧？我踢球不成，我当个好教练然后，所以当时去的时候是想当作家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踢足球。当作家当时是因为在中学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我们上课说话，然后把所有的同学都留下了。留下了以后呢，老师就把门给锁上了。锁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率领着所有的人，就从后边的那个窗户跳窗而逃，逃走了就没人了。然后第2天老师说了一句话：“你除了怎么回事？”完了我就说完了我就瞎编了一个故事。完了说你除了是罪魁祸首，你还会编。我说那我也可以。编以后也可以。然后我就觉着我觉着写小说是就编，而且我当时对语言呀、风格呀，可能这些都不懂，但是我觉着是编个小故事还是容易的。就觉着当时看了好多就那些新的那些作家的他们的，我就还其实想当一个写东西。后来以后吧。我们那个师范学院有2个杂志，一个是我们中文系办杂志叫《地平线》，另外一个是校刊吗？这是我们系刊系刊。那个院刊呢，校刊呢是那个杂志呢叫《雪浪》，你听雪浪多土啊！地平线其实我们地平线全都是那种就是那种谁都看不懂的，什么恶心什么那种翻译过来的东西。然后后来以后我在上面我发表了一篇，就是我的诗，叫《吻》就是
写文，像什么像小雨一样。后来以后，我刚开始还觉着还挺来劲的啊，紧接着我就觉着就有点丢人了，就后来发现不行，幼稚。自己那点东西不行。后来以后就慢慢的就在学校然后学校就开始听说有人做中文系嘛，说他们化学系和外语系的有人在做话剧。啊，然后我们也就跟着看一看。然后当时有个小角色，演一个国民党小兵，然后我就匪兵甲，匪兵甲乙，匪兵乙，匪兵乙，然后甲是带一把枪，乙是没有枪，跟着后边走，我就是明白，我就跟着，就是在舞台上，就走过去，我觉着还挺来劲的，就演那个，然后再有一件事儿，然后我就觉着成长了，我觉着是因为我们都得化妆，得把那个匪兵乙得画的丑一点儿，所以呢，就是我就在那儿待着，然后我记着当时我们化学系的一个师姐，哎呦，长得太好看了，然后就离我这么近，就给我画，快化妆。我画的心里乱跳，浑身我这哪儿跳都憋死了，就浑身大汗，完了就是紧张，就真的是浑身大汗，就虚脱了。但是我就感觉到，原来话剧是能给带来，就跟你生活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哪是话剧带来的，这是漂亮的师姐是话剧带来的嘛？是跟话剧带来的嘛？也是可以这么说，也可以是漂亮的师姐带来的。对，但是漂亮的师姐不是在话剧行当吗？对，来，然后我当时就觉着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师哥跟我说有一个戏叫那个牛虻，然后你是不是帮我们配音？哎，完了我就用我那个稚嫩的嗓子，然后就在那什么我忘了什么神父，我扮一个然后以后，然后就在我们的那个广播站就播了，播出了以后吧，就是一个加强版的黑板报。那当然了，那不一样了。我就觉着好像我跟这个文艺沾边了我觉着就可以，就挺好的。然后就老过去，然后就参加学校的演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有一哥们儿姓郭，然后他舞台上就一句话，就一个字儿，就是舞台上就是人家就是人家问他说队长在不在，他就说在就行了。然后呢，但是呢，他比较紧张，然后别人就过去了。他物理系的，我还记得呢。然后他过来以后，他说完了以后，完了旁边人就我们演了一场，我记得是蓝光的最后一幕，然后人家就说队长在不在？然后他特紧张，他说不在。完了，旁边那个人还挺那个什么说，到底在不在？有经验，哎，有经验。完了，他说在啊，不在。完了以后滚下去了，就是他戏倍儿足，明白？戏特别足，就是我当时就觉着，原来这个戏就太好玩了，就这里边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而且我们是在那个当时是在学校的食堂演的，食堂，然后带着饭菜味儿的那种，演了一个国民党什么那种，最后就蓝光的最后一幕，就是太好玩了，我就当时就觉着，哎，有点意思啊，想干这个，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后来以后我就毕业了以后，从中文系毕业了以后就当老师了。当老师了，有一天突然就觉着可以听。我们当时也到各地方混哈，一会儿到这儿，到那儿，到各个，到北大
完了就听人家这诗人最近他们干忙什么的。完了以后，我记着到有一个诗人叫简平，是人大，他家住人大，然后我们就跟着完了他说我要考研究生。我们说什么叫研究生啊？啊，还不知道呢，那啊，是说研究生就是说在这方面，就是我得学导演系，然后我就直接就萌生了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当研究生的。但是我当时研究生是想考戏剧文学系，但是那年戏剧文学系不招招德语，啊，不招英语要考德语啊，要考德语。来不及了。那我正好来不及啊。后来说那还有呢，说导演系啊，戏文系不招了，那你当剧作家没戏了，就是当导演系还有说招英文。后来我们说那可以啊，结果就报考，结果对了，结果对了啊。所以看起来也有一些偶然性哈，有一些是天意。对，我就记着当时我就觉着我在我们家那个就是白云路那个河边儿，然后好多钓鱼的，然后我就假模事的就看着那个钓鱼，完那个钓鱼不得特平静吗？然后我那心情非常的一点都不平静，通通通通通通，是不是要当导演还可以哈？不行了，我这不够资格，但是还行啊，你再努力吧。哎呀，努力也没有用，就我这心潮澎湃的就看人家钓鱼，完了以后就在河边，最后决定。然后我见到我的那个，就是提前问那个老师嘛，我说像我这样的学中文系的，学导演可以不可以？然后我们那个当时我的恩师张福生老师说，他说，哎，可以，人英国当导演的全都是学英国文学的。和学世界文学的，然后他才能当导演。我一听，哇，可以呀，全对了，全对呀，啊，那我干嘛呀？我正好啊，所以就马上回去就好好学习，又考试什么的。那时候中戏研究生难考吗？不太难考，不太难考啊，那时候还可以。我们这一届就我一人啊，就我一人，就一个学生。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师兄弟就是那个汪俊，他是也是一个导演，我们俩住一个宿舍，就是导演系就我们俩。我记得早期的中戏是绝对的精英教育，动不动就是老师比学生多。没错，他是对吧？我们那时候还是7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呢。我说的是本科，在之前是12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那绝对基本上个顶个都能出来，当时绝对的，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人家老师把各种能量全都给你，完了就怎么着也行了，扩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那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是，所以当时去以后，怎么样？在中戏期间感觉有意思吗？哎，中戏太好玩，做了好多事儿，我记得还惹了不少事儿。就是主要是惹事儿，主要惹事儿。对，中戏正那年，我在中戏上研究生的时候是88、89、90、91，人生活也比较，我们年轻也在里边就来折腾来折腾去的，就是那种的，就是反正中戏好玩。啊，他中戏最好玩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中戏有一个楼，就是这个男生、女生、老师、教职工都住在同一个楼里边，所以他有一种大家庭的，那真是一个大家庭的氛围。然后外边就是一个操场，操场对面是图书馆，所以说他有一个氛围，然后整个人也不多，人也不多，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春天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出去没活干，什么都在。一到春天的，就是吃完饭以后，满操场的人踢足球、打羽毛球，全是人。
就都在操场上。他的嗯生活就是这么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家庭的这么一个概念。到晚上了以后，然后就是反正就在操场上弹个琴呐、什么之类的，也可能那时候出去也没什么太多好玩的事儿。没事儿，对，那就没有些什么娱乐场所啊，什么都是没有呢后边的事儿。对，都后来的。对对对，哦，对嗯， 8889年、90年、91年、92年、93年、94年，就这一段时间。明白。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在文艺圈的这些已经都在玩，都在看什么先锋戏剧那些新生事物了吧？就新进来的事物。我当时就是我们在中戏，就是有一点儿最重要的就是不太满足学校老师教的那些东西。他们还是教非常传统的那些吧？他所谓的传统也不太传统，也不太传统。也就是他理解的传统。我们坦白讲来讲，跟老师就有一点儿我们内分歧心内心就觉着他教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们的那种创作。比如像我的老师，他就是苏联专家的学生。那苏联专家呢的老师再往前，然后呢是再往前。再往前，就是说到我们戏剧界的老祖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了。也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套东西，然后慢慢传给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再传给他的学生，再到我的老师的老师。所以我都已经过了6、7水了。明白。我就徒子徒孙的徒孙的徒孙。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老师就是教我们，好像有点我们也不太满足。就是他们那套体系教的时候也是很僵化的那种嘛，就缺点与时俱进的东西还是怎样？现在只能说它固定了，而且呢，固定了以后又没有什么魅力了。就是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觉着什么玩意儿啊，这啥东西啊，这个我就不用学吧。这些东西因为他还中戏，他还是有他的一套体系，讲基本功是吧？哎，对，有那个东西，咱也确实得尊重。至少得了解嘛。就至少了解。但是还好，我是研究生，我不用学那个啊。然后我第1年，我记着我的老师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老用你中文系那一套东西来跟这个来接触，不行，你去到他们导演系去，他们有那个表演课，你去上他们的表演课。我正好就去到他们表演课上表演课，还表演系都是好看的事情。对，表演系我们去不了，还有师妹不让我们去，不让去，得是导演系，导演系他们也得上表演课，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我记着，还行。然后当时演出，让演一个叫《天边外》，演一个诗人。然后完了，我还找了一个地方，然后花了3块钱把头发给烫成卷毛，然后好像有点像诗人。完了还从道具借了个靴子，然后弄一个那种就是连襟儿的那种外国式的那种带花边的那种衣服，然后就开始就是体会一下这个诗人啊什么的。就天边外，要想到天边外，罗伯特什么这那的。有台词的，有还可以，而且跟那个女主角，对，真听真看真感受对，我们说的就是真听真看真接吻，就是他得还有吻戏有吻戏我们那时候有吻戏但是吻戏呢，我们就是得那个就是平时不吻。那当然得汇报，老师不是，那你也得那个什么。但是就是说得那个，
就是汇报的时候，老师在，那你得真听真看，那得真接触真吻，那必须的。那哎，你这个不用，我一直乐，你看你乐的就是这种。不，我一直乐是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就比如说你们在校内排戏也好，演戏也好，那个真吻就真吻了，但我突然想到，就说有一些戏，后来火了的，就一年演个上百场。如果场场都有吻戏的话，我感觉这演员如果他俩产生感情成了一对儿，那反倒没事儿。哦，对，要不然这也太别扭了。因为影视演员就演一场，然后拍完了，导演说行了就行了。这个舞台剧演员要一年演个100多场，他们俩就得亲100多回，这也太怪了。但是我去年到那个 UCLA，给他们做一个讲座讲习。他们有在就是百老汇和好莱坞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么一个行当，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演员在一起的，就是先说我叫什么呀？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英文词，就是边界，就是说，就是我脸不可以碰，脖子可以碰。胸不可以碰，然后我这个肚子可以碰，腿可以碰，然后就会演员之间大家互相之间这样说完了以后，他有一个心理暗示，这样的话知道边界在哪。他有边界在哪儿？这样的话，你就接吻什么就是很正常的嘛，就不用像你再产生这种坏笑了。也不是坏笑，我只是觉得怪，我不是坏笑，就觉得特别怪。但是他你看那个舞蹈演员，他用身体来表达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说像双人舞，对呀，肢体接触很亲密的那种，对呀，他肢体接触很亲密那种，后来不就说很多就成两口子了吗？像那个冰上什么双人那种，哎，对，必须得有一种情感的那种，但是好像这个跟真和假也有关系，那程度多和少也有关系，所以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怎么说起这个来了？好玩呗，觉得好玩嘛，对，就闲聊嘛，然后，所以那时候自己也演了不少戏，我也没有演，就是，然后在这之前呢，然后有一个荒诞派的戏剧叫《犀牛》，然后说这个是作者是尤奈斯库，他说在一个小镇子里突然出现了1只犀牛，后来又出现了2只犀牛，又出现了所有人的，就咱俩聊着天，最后就是罗永浩也变成犀牛了，然后旁边的导演啊什么都变成犀牛了，就有一个人叫贝兰基，就说我就不变，我坚持不变，就这么一个荒诞派的这一个，然后我呢演一个就是变成犀牛的人，然后我记得在海淀剧场演的还挺开心的，我就演过这些小的奇奇怪怪的戏。那个是出去演了，不是校内的哈。对，明白。然后那个时候在校期间已经很明确了，毕业就想做话剧了吗？没有，因为那个没有，因为在学校只是喜欢，而且当时在学校想做电影导演。你看啊，你看现在我们当时的那些人，像张一白、刁亦男、蔡尚君。就这些都是我们一帮人，但是大家都觉着，那个时候一到宿舍里边，就是我拿了一盘录像带，对，然后大家就跟着看，哎呦，这个太棒了，这太好了，对，哎呦，所有人都觉着电影还是来劲，特别牛啊，话剧确实是没啥意思。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去看。外国的一些画报，戏剧画报，那个里面能完全不一样的戏剧，不是那种2个人对话的，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个舞台美术上它都是台阶儿，倍儿干净，然后所有人都穿着皮鞋，嘿，这个咱以后可以用啊。
完了以后又看到一个全然不一样的一些面具啊，那样各种各样，哎，咱也自己也可以做成面具，抹成什么样的，哎，就是当时有好多这种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有感觉啊，接触了大量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是人家积累了那么多年的，我们是因为前边没改革开放之前这些见不到，对，然后突然一下一下海量的冲涌入，过来了对，啊，完了以后就是本能的就把这些东西就吸收了。所以后来以后，别人说有那你的好多戏里边怎么有那些，就是好像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一些怪异的东西出现。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成长起来的时候的好多就是好多碎片，就砸过来了。还有一个就可能是就是做梦的好多东西，可能突然就进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然后我第一次看什么翻译小说，然后看什么摇滚乐那些，也都是其实是人家也发展了很多年，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对，结果我们是因为不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完全就断掉了，没有嘛，没有文化交流嘛。然后等突然一进来，他把积攒了几十年的好东西一次砸给你，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身边所有喜欢点文艺的，第一反应都是懵的，是太震撼了。是对，但后来反正又学又看又一点一点慢慢对的消化嘛，对就像你一下吃这所有这些东西，当时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其实还是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文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那些文字的那些东西就开始有这方面的这种理解，好像它跟我有关系。明白。我也是第一次看那个新闻派小说的时候，也是很懵的。对，就大家没见过，第一反应就他想干嘛？对这人想干嘛？这是想说啥？就老有那个。对，后来看多了，甚至还看了一些理论的书，然后就慢慢觉得其实也挺容易理解的。一个是容易理解，再有一个就是在那时候的状况下，这样的东西它比较来劲，比较酷嘛，比较酷因为。经典叙事的东西，其实大经典叙事家看的有点皮它都了。皮实，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也容易好像 hold 住，但是这些东西那完全不一样。对，啊，意识流的东西，嗯然后碎片化的东西，然后魔幻的东西，那在这里边儿那要说起来，无论是跟女生说还是跟自己说都好。主要是跟女生说。我当时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央视还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奖的现代派画家，他画的很抽象那种东西，所以他在国际上得了奖，然后回来也上了央视的采访，我忘了那人名字了。然后中国人吗？中国人，啊，然后后来就没什么动静了，不像陈丹青老师他们几十年一直都挺红的。那个人后来就没什么动静，但他当时说一个话对我启发很大。央视采访这个人，然后问他说：“你画的这些呢，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来说明现代派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你看我们生活中的审美，其实你以为没有那种抽象的，其实也很多。比如说，他说我们传统的书法，书法就是抽象派。你说不了这个人字写得好，是因为写的工整啊，还是写的什么？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字好，这个人字不好。”其实它不是一个表面的那对，点它不像传统写实的画，就咱们说，哎，画的像不像？对不对？后来在有现代派艺术之前，以前主要就看什么工笔画的细不细腻啊，画工好不好啊，然后是不是画的很逼真呢？对，就看那些传统的那些东西。然后他说，其实书法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了，但他说书法其实本质是一个抽象派艺术，但是大家习惯了书法这种抽象派艺术，所以不觉得奇怪。但是画画呢，之前中国没有抽象派，所以现在一有抽象派，你们就觉得奇怪。其实看多了就好了。对，这个对我还启发我觉得挺大的说的挺有道理，非常好。对，书法其实就是这样的。对，他的那个大家老说这个一个书法好坏，说看
底蕴是什么呀？嗯哪儿有底？底是什么东西啊？没有。那无非也就是练楷刺儿书时候临摹的那个基本功哎，嘛，再往对上就都跟底子没关系了。对了，对对，是，抽象的东西，当时我记着也是戏剧，我们当时就是好像你这传统叙事太土了吧，太一般了吧啊！现在说土，但当时就是觉得太一般了。这个东西其实所有人都会，对，那我们审美怎么疲劳嘛怎么也得显出来我们不一样，有想法更。厉害点儿，对，更有想法一点儿。是，啊，对，那时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爆一个发年代。大的爆发的时候。那学校期间惹过的事儿，我记得好像搞什么演出，什么动不动就被校方叫停什么的，我们当时还有什么煤墩儿上搞、房对顶上搞对什么那些。我们当时啊，就是要弄一个等待戈多。等待戈多就是因为我这个荒诞派的代表作嘛，然后我觉着来劲啊，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一个叫埃斯特拉冈，俩人就在那儿等，完等的时候他们俩胡说八道，一会儿又吃胡萝卜，一会儿又说一些风啊什么之类，没什么劲。完了最后等到最后了，然后来了一孩子说，就戈多今天不来了，戈多明天来。俩人第一幕完了，第二幕又是这俩人又在那等来等去等来，后来以后那孩子又来了，说我昨天见过你吗？说没，我昨天没来。那昨天来的那是我弟。哦，那你弟，那你说完了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戈多明天来。俩人完了看着苍白的月亮，说要不然咱俩上吊吧。说别吊，你吊完了以后，万一要掉了以后那个树枝儿，它沉呢，或者呢就是说你吊死了，我多孤独啊。就这种明白，我怪看过怪的东西，我觉得太来劲了。我们当时觉得太来劲了，后来以后就跟学校说，我毕业也要演出，然后跟学校说我们要演这《等待戈多》，我们在这个正好我们那个学校操场上有一煤堆，然后说我们在煤堆上演《等待戈多》，然后我就把那个张扬叫起来，我说张扬，你演那个埃斯特勒冈，我演那个弗拉基米尔，咱俩就在那个图书馆那儿在演到最后，咱俩冲到那个煤堆上，完了就咱俩就嚷嚷，让所有人来呀，什么等待戈多呀，什么为什么不能，反正就那种，我们俩就都没排练，然后我们俩就弄了一个，大家都来，结果让人学校老师知道了，说你们这么演不行，因为万一你们嚷嚷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万一他们要嚷嚷，你没法控制啊。后来我们说奇怪的理由，我说这怎么办呀？反正那也得演呢。完了，我们就在操场上，在操场上的那个就是图书馆台阶上，我们就演了一半，演完一半以后呢，但是还不能让老师知道是演。后来我们就踢了一场球，完了就演示一下，演示了一下，完了就算过去了。就反正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算是折腾的那一拨人，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就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折腾的那些人，后来以后都挺能折腾的，在学校折腾的，到后来都混出来了，都混得挺好的。我说的混得挺好，就是他都表达了自己了。他没有，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做艺术，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表达自己跟这世界的关系吗？而这些人就是因为折腾，表达了自己了。是现在在社会上也能在各个方方面面来表达，有在电影上，有人在各个什么领域，像我们做戏剧来讲，当然了，我是这里边所有这些人里边最幸运的。因为
我现在我还有自己的剧场，嗯我说排5个戏，我还排5个戏，那有的人就排不了5个戏。是，当然我说5个戏也有点豪情壮志了，不一定啊，嗯就是现在就有5个打算，也可能最后也就2、3个，差不多。但是好好排2、3个也太可以了，在当然太现在这个时候是是。啊。但是听起来那些折腾，所谓的折腾，我记得有一次您是说什么胡闹了3年，说在中戏，但那些胡闹其实还都是跟文艺创作相关的，不我在是惹事儿的那种，我在是吧？中戏，啊，说实在的，我是一个爱惹事儿的学生。嗯嗯爱惹事儿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的老师呢，他因为我上这个导演系研究生，没有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教科书，咋办呢？我的老师就告我说，你每周看2本书，什么书都可以，啊， 2本书，你把这2本书，你把提纲给写下来。那对我来讲，这太容易了。那歘就写完了，嗯，而且我一天就看了6本，完了以后不是本来有阅读习惯嘛，对呀，嗯就是你这太容易了。嗯就这样的话，你后边不就是后几天就真没事儿了，嗯就真没事儿了。你没事儿干嘛呀？除了排什么，就是然后就瞎胡闹呗，在这个中戏，我中戏，呃，就是其实要说起来也有点儿惭愧，更多的是看书，但是我没有更多的这种就是这种所谓的研究。我一个老师，我老师其实想让我在中戏的时候帮他整理一本儿关于导演的一本书的，但是我整理了，我整理了一半儿，我整理的也不好，不太好，老师对我也挺失望。心思没在那儿，对，我心思没在，因为那时候还挺外边儿的世界很精彩啊，对，学校的世界很精彩，嗯有各种各样的事，然后每天各种信息，然后各种书、电影儿周围的人，那太来劲了。新的思潮什么的，对而且那个时候也年轻，也看到了各种各样，就是光怪陆离，或者也叫是丰富多彩对的这无限的么一个可能性嘛无限的可能对性都在，所以也没有，也就这么过来了啊。但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那几年，对我来讲，那真是就是上学的那3年，对我来讲简直是太来劲了。其实一个是有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另外一个还有一帮脑子很活的凑到一块儿，共同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对，如果那时候万一您是在，比如说在什么像我们东北山沟里，身边没有一个喜欢和欣赏得了这个的，然后你就一个人孤单，可能也挺享受，然后也挺震撼，但是就很难走上这条道路。就边上有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有点像什么呢？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他们说以前那个像学法律、学法学院，美国那种，他是一堆学法律的，将来都是要做律师的，然后在读书期间几年凑在一块儿，天天斗嘴。对，所以后来为什么法庭辩论就那么厉害？因为他们的法院是那种机制嘛。这个就跟你自己学的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所以这个交流还对挺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孤独归你自己孤独，嗯但是呢，戏剧是一合作的个合作的，对对对，你必须得有一群演员，是你必须得有一些，就比如说做音乐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我对摇滚乐也不太了解，然后有一天那个张友代拿着一个磁带，上面写着个 Bob Dylan，然后听一听，完了我就拿去一听，哇！谁是 Bob Dylan 呀？这个嗓子这么哑的一个，哇，谁呀？那个时候都上研究生了，对，然后，哎呦喂，好听。太好听了，这感觉太对了。然后一下你就
这样周围的有人，完了又有人拿一个袋子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张扬拿了一个，就说，哎，我这有一个录像带，杨德昌的，哎，然后完了以后，他我想想啊，是那个侯孝贤演的《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哇的嘞！完了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谁给了那个警察，就是主人公啊，给了警察一根烟。完了以后，我现在这个都是我的想象啊，不一定是真的啊，细节不一定对，但是抽了一根烟，完了以后呢，完了那个镜头往后靠，一靠，字幕啪一起，我们看完了以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就是他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的一种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在一起的一种成长，是，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弄一个什么东西，弄完了就争论到晚上，就深夜，对，一直争论。其实真挺幸福的就我在东北山沟长大，我小时候看那些文艺东西，基本上没有能聊的。你自己看，整个学校有一个勉强能聊的，我已经觉得哎挺幸福的，还能碰着这小子，不是一个班的，就阴差阳错，就是课间休息的时候认识了。然后聊着说，哎，你也看过那个，然后一下就成了知己了。你看，对，但你们在北京其实是能有一堆喜欢和懂这个的人凑在一起，这还很幸福的。对，而且每个人都觉着，可以改变世界。我说的是真的。对，那个时候当时就我记得当时大家就推举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施润九的哈，然后大家就觉着。他太有才了，他葛达尔也知道，特吕弗也了解，他所有的，他那个每个那个片子第一帧、第二帧，他都能背下来，整个给你拉这个片子啪，而且他最重要的是我们戏剧学院的这群人哈，就是说那他们电影学院的看片子多，但是他们来了，我们也可以跟他较劲呐，就是这种。你们本来不就是鄙视链的顶端吗？中戏，我们不是顶端，不是吗？顶端是电影学院，是吗？电影学院可以，电影学院导演系可以。那时候出了太多大牛了。那对，他们太厉害了，我们明白。所以还是很幸福的那几年，太好了。那几年好像也干过一些荒唐事儿，但是这所有的荒唐事儿，它跟青春，跟激情，跟当时的友谊，跟当时的饥饿，可能都有关系。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饥饿其实也成为我们当时的一个记忆。我记着当时，就是我特别想，就是地安门那地方有一种就是小点心，哎呀，我就特想吃，特贵，那时候的挺贵的，那时候的钱。我们只能买什么呢？1块钱的鸡皮，鸡皮呢在楼道，中央戏剧学院用那个倒点酱油，倒点这种辣酱，鸡皮，然后带油的，然后拿煤油炉炖。完了就是哎呀飘香，然后我们缺油水呢，对，完了以后我们就到就那个哪儿去，就直接打米饭就行了，就米饭加鸡皮，我们只能吃得起这个。那饥饿怎么办呢？就是我记着当时就想，后来有一天我偷偷的就自己骑车就去到那边去买了几个小点心，但是小点心买完了以后吃完了以后，这好像就。后来以后，我们当时记着拍什么戏啊，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批判我，就是你为什么要吃小点心？在我们这种大家都在努力排练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这么堕落？为什么这么堕落？没有道理啊！你吃鸡皮就够了，你为什么要吃小点心？我说那小点心确实挺好吃的，我们就当做。过年吧，这种，那你现在不是过年啊？我们得认真的排戏。后来以后，所以饥饿也是我们那时候饥饿一个。后来我就即使都91年了以后，
我还在门口，我在门口待着，就等着。那个时候就是等着看谁路过。那时候路过完了以后就说：“哎，这说你干嘛去啊？说就去那个出去吃饭，你咱一块儿去吧。实际上那意思就是那你请客。我记着就是当时就所有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朋友同学凑巧极个别的，就有一个又有钱又豪爽，经常请大家吃饭什么的，那就是单是请人吃饭，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万人迷。那是我们当时有一个万人迷。对，你熟吗？就是那个史雷。史雷我不熟。史雷是那个就是成都的那个小酒馆的那个主持。他是小酒馆的那个老板，就是他们就资助那个各种各样的穷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我们那时候就中戏嘛。完了有四大混子。中戏四大混子，一个史雷。他是广播学院的，到我们这儿来混。还有一个是张楚。歌手张楚。张楚在中戏在混，跟我们一块混了好多年。不是在那儿上课吧？他不在那儿上课，他不上课。你们那个圈子就在那儿，就在这宿舍，在各个宿舍待着。还有几个安斌。安斌是一个，也是都我们说四大混子就都不是我们中戏的，都是外人。明白。那他们那个谁就是经常的来资助我们，然后小点心之类的，让我们能觉着生活还是很有希望，还很美好。希望有一天能敞开吃小点心。其实很多也是挺朴素的，那些愿望。然后我看过一个访谈，您说那个中戏一开始是希望您读研之后留下来当老师，对，但后来又不提这茬了，是因为闯祸太多吗？他们害怕了？是我呀，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是7个老师，7个老师，然后都坐一排。我一个师范学院毕业中文系的，然后我就说我是什么样，但是我考的成绩好啊。都，我好像3门主课都上90了，特别好。因为我就是能写，啪。然后那个我记着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就是老师说考试开始，我就拿起笔来就小抄写，完一边写着一边看表，一边写一边看表。考写还有20分钟我很能控制。等到最后的时候，好了，还有5分钟要交卷了，还有1分钟交卷了，好了，请大家交卷。我句号，就是我每1分钟都利用，控制特别好，利用了。所以7个老师来考我，最后他们说的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在中央戏剧学院留校当老师这是还没入学考试的时候就问了。对，你愿意不愿意？明白。我说我太愿意了。我本来就是一名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那时候有这个词。对，有这个词，就是我就是一个老师，我愿意。后来以后毕业了以后，没一个老师聊这事儿。闯祸太多，赶紧送瘟神送走。对，就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就是他因为我找不着。后来以后我就不知道，我就问我说，就怎么不让我当老师了？不提留校的事儿，不提这是老师了。完了以后，我的导师说：“你呀，就不要想了。”我说：“那我想什么呢？你看看能不能到别的单位，就别在中央戏剧学院待着。”到现在为止，我的夙愿也没有实现。就其实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去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后来没再提吗？没再提。不是，当时是因为闯祸又惹事儿什么那些，但后来那
成名这么多年，然后成果也是公认的，然后他们没邀请您回去什么讲讲课什么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这点我也挺奇怪的，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也见你这个，其实他们也可以请我去，然后我发挥一下余热。好，我们剪短片的时候拿其中一个做标题，对，给他们施加一些情感压力。对对，其实我还是挺愿意这个，就是跟学生在一起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还真挺奇怪的。按说后边他们，你那么多届的什么师弟师妹们，肯定他们学生会什么都应该有邀请你。后来我发现了，嗯可能是我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可能会不会破坏他们的已经很好的一个体系。那对于我来，但是他们后边肯定也都开始教先锋派了吧？不可能这么多年他们的教学体系里没有引入先锋派这些，不可能。对呀，对呀，那也不行，哎，因为根儿上嗯好像就是你是一个具备一个反叛的一个基因的，嗯，那不行吧？好像不行，我以为文艺类院校对这些还是最宽容的，没有不是吗？没有。哦，他不是宽容，他可能这个我倒挺能理解的，就是这一个体系一旦建成了以后，这个体系它会产生出一些能量，这个能量如果我要去了以后，我会打破这个能量，让这个能量它不是本身了。明白，他自然就排斥这个。对呀，他自然就排斥。好，我在想也好吧，慢慢来吧。明白。好，这都多少年了，还慢慢来。对呀，然后后来就是您这个中戏毕业以后，也是又干了好几年工作，最后才去专职做的话剧吗？还是过了1年以后，我就找到了。那一年干什么了呢？后来我知道去了那个实验剧院。对对，中央实验话剧院，那一年就在中戏待着，也没啥任何事儿，就在中戏操场上，成了第5大混子。真的是没事儿。那4个混子之外的第5都走了，他们都走了啊，他们都走了。哎，只有我在中戏操场上踢足球，然后我就踢足球，然后那个时候我特牛，那个时候啪一脚球把那个玻璃啪就踢碎了。故意的吗？不是故意的啊，因为有我在。完了，所有人咵咵咵，哟，想哎呀，这可怎么办？完了，这时候中戏的学生会的老师，女老师，啪啪啪出来，怎么了？那你怎么这到处怎么你们太不小心了？谁干的？然后我在那儿一扬头，他呀，下不为例，人家走了，所以这帮那个拿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也没事儿干。刚送走的瘟神又回来就踢足球，那也不，我们又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就在操场上踢足球，完了有一次还把脚给踢瘸了，踢肿了，一脚给弄在那个。就是不光是让学校受伤，有时候也是自己受伤。也受伤了，对，这样学校看着心里舒服多了。对，舒服多了。对，你看瘸子在那儿跑来跑去的也行。但是整个来讲，中戏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我觉着可能我在中戏的成长的那个状态，其实还是一个懵懂的，还是。尽管是反有内心的有一种反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轻。对，就是我们20多时候觉得自己挺大了，其实太年轻了。30多还好，40多回头看20，傻的不行。对，现在想起来太傻了。对，那时候还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啊。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那个我住的那个就是研究生宿舍，晚上研究生宿舍不关灯。不关灯呢，然后呢，所有人就到我的这房间里边，大家聊艺术，谈理想，到这儿来聊，完了以后就是干各种各样的事儿，在那好玩啊。然后
我记着我那305正对着那个就是学校大门儿，正对那学校大门儿。然后我们就在那儿晚上的时候他得关门儿，关门儿了以后呢，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就是人家一关了门儿了，人学生有时候晚来了以后就得跳墙进来，跳墙进来。对，他们，你说这个老师也什么保卫科的，挺烦人的。他把那个他把那上抹上油，你知道吧？制造翻墙困难，制造翻墙困难。完了，你有的时候你正好满手都是油，你正翻的时候卡那儿了，怎么办？反正就这种的。然后他们经常的就是那种。完有一天我们正在那儿谈论理想呢，然后这个时候就听外边就是那些保卫处的那些老师，那都还那个快要毕业了，然后就那些保卫处老师，有人翻墙，有人翻墙，完了拿着手电就过去了，是不是孟京辉？默认是孟京辉。我在这我说凭什么你们就默认是我呀？我也因为前9次都是你。对，但是我都很巧妙的翻过墙了，没事儿，没让抓着。但是主要生气不是误会是你，对，你为什么主要觉得你凭什么认为翻不过去，技术这么差的是我？反正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其实那个时候闹，我觉着也是正常，年轻人太正常了。那个时候也觉得不闹，好像这个就好像荷尔蒙也没处发泄，而且没处释放。在这种状况下，然也伴随着我们就是这种知识、美学、价值观所有东西一点一点就成长了。然后去那个，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实验剧院呢？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早就有搞实验剧的这个意识了吗？还是这中央实验话剧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剧团，原来后来他分出去了，所以他就叫实验。所以实验这2个字，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个实验这2个字是非常美好和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词，在中国的戏剧。现在一说实验就是看不懂，不是。其实实验是实际上有点像一个学校，你教了那么多东西以后，那你怎么来把这些教的东西付诸实践的一个团体。是这样的。但后来他就分出去了，然后叫中央实验话剧院，然后他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这个艺术工作者。然后后来他又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了，然后就叫中国国家话剧院，就是我所在的，那么样的一个。所以是我当时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院长是赵有亮，然后我去了以后，然后我就跟赵院长说，赵院长，我特喜欢话剧，你收留我吧。赵院长说，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真喜欢。那好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去了，就这么简单。是有人介绍吗？以前也不认识。有人介绍有人介绍我就去了。我拿了我一个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节目单演的《等待戈多》的节目单，还演了一个秃头歌女的一个复印的节目单，拿着这2个就找赵院长。赵院长说：“那你来吧，但是呢，你可能得在中央实验话剧院里边当副导演。因为我们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没有那么多戏要排，所以你当副导演，给一些导演做助理，然后学习。”我说太好了，求之不得，太好了，我就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那这个运气还不错。院长让我去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做一个实习小导演的时候，像什么张一白、张扬，什么施润九、蔡尚君、刁亦男他们，
一个个的都可以，他们都拍广告呢，拍电视剧。当时拍 MTV 给张楚啊，对拍那 MTV 呢，对，他们可厉害呢。而我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只能跑到做这个戏剧，所以我慢，我现在想起来，我好像比大家都慢，因为慢影视那个出来的快，这影视的对，快主要这个原因。啊。我呢反应慢，完屡次我想做电影的时候，然后电影就迈过我了，好像阴差阳错。对，阴差阳错。其实那会儿您肯定也特喜欢电影吧？当然了，嗯，那电影都对，看了那么多了，是怎么也得拍那么点儿。想操练一下。一个是操练，还觉着还自己可能还没准是这块料呢。嗯，当然，其实完全可能，当然了，就看当时命运怎么安排了。是你往哪边走了。对对对，对，所以等于只待了1年，然后就去话剧院做副导演去了。对了，对对。那从那儿做副导演到自己做导演第一个作品，这个经历了多长时间？ 1年、哦，1年。半年。哦，后来以后说你干嘛呢？那赵院长就说你干嘛呢？说你待着干嘛呢？说我说我没事，我在学校在中戏瞎混呢。说那你混什么呢？我说我当时我在拍一个叫思凡的一个戏。对，当时挺轰动的。对，说那思凡的戏，要不然到咱们剧院来拍吧。然后我就半年就给做到了导演，就1年直接就做导演了，然后就做思凡，然后演出排练，然后演员什么的，一切都正常了，就到那儿。那个时候从社会上来讲，话剧还有很多人看吗？没有人看，没人看，只有文艺圈的人才会关注。就文艺圈人都没有人看。我记得那年我做九几年我忘了，在做思凡那一年哈，所有的文艺界都在讨论戏剧危机，就是没有人看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好像那一年只有游本昌老先生的一个小品，在演过几场，另外整个中央实验话剧院都没有演出。就内部有排的，但是出去市场化演出的就完全没有。内部也不排了，也不排了，大家就都就因为没有演出嘛，所以就没有看看书，搞搞研究，哎，就在搞研究啊，喝杯茶，哎，对，而且还挺奇怪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既然没有，那全新的天地，我们就开始在做自己的一些戏，从思凡开始，然后一步。我现在想起来，反正那个时候，因为也没事儿，因为也没有明确的任务，所以你们搞点啥他也不拦着，他不拦着啊，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对，有一次我说我下边要做一个戏，叫叫浮士德。完了，但是呢，我跟那个院长说，我说，但是浮士德没人看，我想叫盗版浮士德，因为当时有好多盗版盘嘛。我说叫盗版浮士德，但是好像这个有点不太行吧。然后那个赵院长说，有什么不行的？就叫盗版浮士德吧，就盗吧。然后我们就排练了，演出了，挺好的。这个盗版浮士德是什么意思？是把它给解构了，弄成现代派的，对吧？对，就是解构了。是明白。对，当时是陈建斌、梅婷，当时一块演的。对啊，他们演的。对，但他们真正走红还是后边靠影视剧吧？后来，对，靠电影电视剧。对，当时好多好演员其实都没去搞影视的话，也很难出来了。是大环境那样。是，所以他到了另外的影视，又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那演员他就能感觉到他演员的魅力更好。说到这个，我插一个问题，这是我困惑多年的一个艺术上的问题，就为什么有的演员能电影、电视和话剧、舞台剧这种能游刃有余的处理好，
有一些演员是舞台剧是公认的好，去演影视剧总是那个劲儿转不过来。您这么多年，您肯定关注过很多这种情对况吧？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原因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状态切换，有的人切不了，还是怎么？对，就比如咱俩现在这么说话，就是咱俩就这么大声音就够了。但是如果我要跟5000个人说话，咱们俩这么说话就得通过麦克风。不光是扩音，我们状态也我们要往上状态也不一样，提就是那5000个人，咱对俩好家伙，咱俩这状态得调整调整。对，所以可能好多演员对这个空间感，感觉没那么敏感。但他明明是好演员，好演员，但就不会切换这个，他不会切换，好奇怪啊。对，所以现在想起来，好像那个好的演员就是他，我觉得他是空间感会切换吧，可能更好。因为那边，比如咱们俩聊的时候，那边都是观众，但是咱俩聊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摄像机啊，反正好像都得有一点微妙的调整，微妙的调整对，吧，好像是。但有的人这个调整，有人他调整就不够敏感，但是好像我怎么觉着好像，你看英国那些演员，英国那些演员所有的就是演话剧演得好的，电影演得好，对，电影演得好，这也是大家一直举的例子。对，他们那个好像就很丝滑，那个切换，他怎么都能。好奇怪。当然了，因为英国的话剧也比较的夸张，可能他这两个，他丝滑的比较的，他有一个内在逻辑，可能很轻松就过去了。明白。我以前在舞台剧上看一些特别优秀的演员，外形也特好，觉得哎呀，他要去影视圈应该是如鱼得水的，但后来要么就没去，要么去浅尝即止，不行又回来了，就这种，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遗憾。对，他有一个转换，他有一个转换，明白。那当时从完全市场化的没有开始，就你们内部就领导也就放手让你们随便排着玩了。对啊。那像思凡那种弄出来是怎么出去一步步商业化的呢？不，他也没商业化，就是当时就是，但至少出去演了嘛。对，他突然就是就没别的戏都没有，但是思凡这个戏一下演了20场。对啊，哇，当时算是现象级的。当时我还觉着，孟京辉还挺有才的，是吧？完了以后就跟这些年轻人，不是您觉得，是艺术界都这么觉得。大家都觉着好像你有点意思哈，然后这个人有东西，你做的不一样，然后于是就觉着可以再做，然后可以再做了，就有一定信心了。所以还是靠作品自己走出来的，没有什么大的外部变化哈。外部变化没。我记得那时候就算出来了几个，整个话剧市场还是一潭死水的，还是不行的。对啊，后来到了整个过了这个时候，后来以后才就是到00年以后了，他才风生水起的。一直熬到00年。对，去国家话剧院是00年都不行。我记得00年我在国家话剧院排着臭虫，也没人看。就算可以的了。我在新东方教书的时候是01年去的，然后02、03年，因为就是身边都是文青嘛，比如说我从来不看音乐剧，突然有一哥们说，走看看，你看看就知道了，然后去，他还懂，等于第一次跟他去看了个好的，于是就一下爱看了。这个很重要。对，如果没有朋友领着，你有时候本来这个剧种你本来兴趣就不大，去看了2个不好的，你就一辈子不再看了。对，有那种情况。有。对，然后那个我当时也是有朋友领着，说有一个叫孟京辉的，然后这个《恋爱的犀牛》你一定要看，如果这个你看完了，你可能喜欢看他所有的，你这个不喜欢看呢，我也就不再跟你唠叨了。那时候我看的最多的是摇滚乐、民谣那些演出，然后就被拉着去了，结果第一次就傻眼了。就我以前还抱着那种观念，我说这东西为什么还没死？我的意思，有电影有电视剧，对，干嘛还要这东西？对，结果到那儿一看，它就是不可替代的呀。它完全，它有内部的底层的逻辑和渊源是通的，但是
他如果能100%的被电影电视剧取代，他肯定早就消失了，一定是有很多东西替代不了，所以这个说1万次不如去看一次，看一次你就原来是这么回事。而且我当时看那个版本，那个红红是那个杨婷老师演的哎呦，我做一骚二妹三春节，对，我一下就迷上杨婷老师，然后我去看了我同一个版本的看了3次，应该是，就是为了看杨婷老师。他可以。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太可以了。但杨婷老师好像就没往影视那边去，好像基本上。他后来又做了导演，他做导演了，对。后来做了话剧导演，也拍了一些一直搞舞台剧，对，做舞台剧。是。对。那你那个是应该是第2，应该是02、03吧，那个是吧？03， 03、04，然后那时候才知道话剧可以这么好看是，那应该是，如果要是他那版就是段奕宏和郝蕾主演，应该不是因为杨婷老师是前后跨着的，前面是郭涛吧？对，应该是我看的应该是郭涛，但是里边有杨婷老师，那就第1版，对，那就是第1版，对，可以，那你这是算最早的跟我们有联系的这么一个文青，对，文青。那时候我其实还真挺幸福的，在北京。现在其实上海呀、深圳也都可以了。当年那绝对文化中心嘛，北京。是的。所以我们那一代的文青就觉得北京是不可能离开的，就为了这一件事也不可能离开北京。对。像我现在喜欢脱口秀，上海是中国脱口秀大本营。我到这儿也感觉看不过来，就没那么多时间，要不然可以天天网上看。那个时候在北京就是这样，什么摇滚乐的，然后对摇滚乐特别多，然后什么民谣的，然后还有搞噪音实验的，我们也硬着头皮去听。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舞台剧、音乐剧，然后就特别多。就只有在北京有那么多的那种文艺演出，而且很多小剧场的演出也不贵。对，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收入也很低，他去看的时候，从开始策划看到结束，就是担心晚上结束后怎么回家的问题。对剩下就说明他手头是比较拮据的，但是他老看演出也没觉得特别贵，也还行。对，小剧场那些是消费得起的嘛，没问题。对，而且大型的不行，小剧场离得近，感受更好感受更好。对我甚至看音乐演出也是，我觉得大的场馆其实是感受那个气氛，一起共同怀旧或者什么，那个是那种需求。如果单纯从欣赏音乐的角度，我这辈子看过的印象最深的都是那个小的 live house 里边演出剧场也是，有一些剧场真的就是咱这个距离，我都感觉以前那种老的小剧场消防都不合格，就前排基本上就是过一个人，大家都得收腿，对，收腿那样的过去，然后就看着这个近距离看，然后那个舞台的那个东西特别震撼。而因为这样就咱们这么近，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得特别亲切，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咱们俩这样就得特别夸张，都可以，对，都来劲，对，这个都能把人给忽悠进去，是对。所以我后来看，我就说，中国这个舞台剧这么难，这么多人还一直坚持，完了，我想，可能还真就是他自己其实创作的时候感觉还是很过瘾的，虽然看的人不够多。现在想起来，可能那个时候也也是一个好的时候，是一个开始的时候，一切东西都可以开始。比如那个时候就没有音乐剧。就是一点一点的，有个音乐性质的，有一个这个东西，一点各种样式还都不太完善，而且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怎么都弄了。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那帮老外我说，你们用你们这么长时间，然后培育你们自己的观众，我们现在。我们就直接跟我们年轻的观众转化下一代，直接就是让他们跟我们一块成长，就告诉他们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特逗，就是在这之前，你拍一个话剧吧，然后你就得有那个专家开个研讨会，我们就说没有了，从现在开始没有专家了。
我们直接跟观众进行交流，专家说了不算了，谁说了算了呢？小报记者算，因为小报记者都跟我们是好朋友，对，帮你们做很多义帮我务们做宣传，宣传。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了算，他们那时候说好，那时候也无利可图，也没有黑也没公关，有，也没有，我他们也是喜欢才来。他们喜欢。对对我记得当时《北京青年报》说了一个，就评论我叫什么？哇的嘞，那一篇那一下就给我们定论了，叫戏剧新一代在行动。我的嘞，一下就把我们的激动了啊！哎呦，原来第一我们是新一代，另外一个是我们还在行动，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太可以了。而且那个时候先锋戏剧，你们本来在中国就是拓荒者嘛。啊，对对对，是应该这么说。是的，对对。然后您这辈子做的所有的这个话剧啊，就这么多年啊，几十年，咱们还没到颁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还没到啊。那个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完全那种经典叙事的那种也做过吗？是不是基本没做过？好问题。就连搞茶馆都是因为完全解构和那个颠覆，结果还引发那么大争议。就经典叙事的，是不是一个也没搞过？你再把这个问题再问一下，我再好好思考一下。就是搞这几十年舞台剧、话剧，就有没有排过的这个话剧里，有没有哪怕一个是那种完全经典叙事讲故事的那种，有吗？没有，一个都没有，是吧？还真没有哎。有没有想过搞一个呢？就有过有人跟我说闪过念吗？有人说过说孟京辉你要有本事，你拍一个让他们都瞠目结舌的戏。我说我有病啊！后来你这么一问，我倒觉着，我只是好奇问的，我还就有点不服了啊，这也没必要。那不是，哎，等会儿啊，我再想想啊。我想起来这个是您记得吗？以前那个90年代新世纪文学创作高峰的时候，像余华早期全是先锋派的，对。后来是到许三观还不是活着，突然活着，因为活着到才也很年轻，他写的，而且全文登在收获上。我当时看，我说，哎，这是余华吗？这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余华，有那个感觉。但后来就发现他两种都如鱼得水。对，他这两个都能到特别高的水准。对对对。你想过吗？我想过，但是就是说，但是你吃的就是那一套东西，你吃的就是这样的粮食，你拉出来的屎，这不能叫屎吧？屎是废物排出去的，这个应该叫什么？草莓这应该叫什么？种瓜得瓜。对对对，对种瓜得瓜什么的，这不能说是。好的，对，我把这个去掉，应该叫产出，不能叫排泄。我想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哎呦，你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到一个就是经典叙事的问题了。我之前在这么长时间里边，只有一个戏好像贴近这个戏了。这种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对错，或者说必须你一辈子搞先锋戏剧就要用一个经典叙事的证明什么东西，或者一辈子搞经典的，对，然后要破一下，然后来这个不需要。可能是得到一个时候得有它的必要性。就是你自己的表达的必要性。对对对，就突然觉得，哎，我这个故事我就想这么讲一遍。我就完了。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伯格曼，哎，我觉得伯格曼的那个他的东西就特别经典叙事，但是经典叙事他用的方法还是就是跟经典叙事这种整体价值、美学价值有关的方法还是他个人的。还是高度风格化的。对了，还是高度风格化的。所以说，如果要说有这个比较经典的这种叙事方，可能现在想起来，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那个两只狗生活意见不算，那当然不能算，那个是很飞的，很跳的，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是那个死亡的来信？您处理的没有把它给解构掉，是按原来的那个叙事来的。对，真哦，没解构明白。啊。而且就是我身体里边的那个破坏的基因的那个东西没蹦出来啊，还是比较哎呦遇见这个茨威格，嗯然后你想到他，哎呀，他在一战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事儿，再想到他的哎呀一些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你再想到这个东西，你就好像造次不起来，不敢太造次。在这种情况下，哦，好像甚至会有这种情有绪。有，哦，这个时候你就会收一点儿啊，你就会跟一个人在对话啊，这种。当然你不能说你为什么对他就有敬畏之心，对莎士比亚就没有敬畏之心？那倒不是啊，就是两码事儿。那两码事儿。对，但是有时候感觉有时候又顶在那儿了。感觉就顶在那儿了，对对就不能动了，是的，就行了。对，哎，就是这个陌生女人来信，好像还是那个经典叙事但的作也是自然的结果，啊，不是刻意自然结果。调整的。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个你这个是不是不够孟京辉啊？够孟京辉，但是我们还是看不懂啊，啊，还是看不懂，那怎么会看不懂呢？就说明我的经典叙事的这些东西还没有真正就是回归到那种别人所认知的那种。就是没有受过舞台剧训练的观众还是不好看懂。他还是他明白他不是看不懂，他是觉着你的所有的情绪都在，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而不选择我经常看到的那些习惯的那些东西？所以如果如果你要真正的要做一个让大家要习惯的这些就是或者说耳熟能详的这些东西，我觉着可能你要作为一个创作者，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那个更宽广的一个平台上，可能你就不敢了，你就收了。对，有你一些就收了有一些有一些电影导演比较收敛，也是资方要求的。对呀、他得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上，对这时候你的所有的那各种东西你就开始一点一点收了。对如果就是比如说在好莱坞那些导演，如果没成名之前，要想拍一个不是那个大团圆结局的，根本就没机会吃这行饭。不可能的。对，是，对对对。是，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真的我是幸运的。到现在那天他们就一想，我说哎呦，拍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我说的拍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每一个东西我都可以加入我自己的那点儿那么的私货。好，有道理啊，你的私货是什么？就是我有时候也问自己，我的私货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美学判断吧。是一个我这么多年来的，好像一个美学判断。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个底子的一个东西，我想让现实的东西，蒙上一层诗的一些色彩。这样的话，它就和原本的东西就有距离区别了啊。那么我有的时候老觉得这可能是这是我个人的东西吧。可能就是这样的选择。但这点说实话挺幸运的，因为搞先锋派的，比如说两个导演都搞得挺好，但这个人就是不说大众接受度，就是在小众的那个群体当中接受度也不行。是，但是同行是认为他好的，嗯，这种就相对就不幸嘛。嗯，您这个其实创作上还不是迎合市场做的，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看，而且有几个还特别破圈儿。这个还真是从艺术创作上是挺幸运的事儿。就是我看过您那个以前的访谈，有人问到说，有没有想为了扩更大的观众圈儿，去尝试做一些不一定是自己愿意的那种调整？你说完全不需要，你觉得这个观众群就这么点儿。就已经很幸福了。哦就这么有几十万人能看你的一个可以了热门剧，你就觉得很幸福。原来我们算了一下，这一年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一年的观众的吞吐量是44万。对，我看过那个。对，现在呢我们没那么多了，20万了。谢天谢地，这20万可以了，够了。
真的就是如果没有刻意的迎合市场，你就是忠于表达的这么创作，有几十万，其实很幸福了。可以了。对对对，啊、有一个人那天谁跟我说，嗯说真正的你要有5万的真正能跟你在一起的，你都已经算是一辈子可以就靠这个了。你就可以了。是是，那你在这上，那你就深耕呗，对你就按照自己的那种。关键有一些商业片导演为了迎合市场，委屈了自己1万个，结果那个票房还亏钱，还亏钱。对，你说图啥嘛？那你说为啥？是是没有意义了。是。嗯那我早期做那个的时候，就是在国家话剧院领一份死工资，嗯，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咱们社会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所以一直到《恋爱的犀牛》火起来之前，是不是还是过得挺拮据的？除了工作上挺过瘾，对，是吧？对对对那个时候也30多了，对，30多了，但是觉着好像还心态还是个小伙子。很年轻。是对对对对，这在文艺工作者当中很普遍。对，对，然后所以，我想想哈，我记得那会儿有过早期的那个报道的，提到说家里除了书，上班有话剧，然后好像连个自行车都是个破自行车什么的。那期间，身边同时学这个的，去搞影视的很多都发达了，所以那个时期有没有过一些？就是纠结呀、动摇啊，或者觉得哎也去挣2年，搞影视挣几年钱，然后回来再搞话剧，什么就类似的这种波动有过吗？有过，肯定有吧。但是啊，我要不然说我幸运的，我在96年、97年的时候啊，然后我得到了一份奖学金，去日本。1天17000日元，我记得特别清楚。1天17000日元，那时候算大钱了。哇！完了，我弟呀，我弟到那个哪儿，到在美国，他说你这都100多，1天能有100多美元呢？干嘛呢？很吓人。你太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我到了那儿了以后，我在日本待了6个月，然后每天100多美金，每天100多美金。每天100多美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去日本，我每天我住在那个一个制作人尼瓦桑住在他们家里边，然后我住不要钱，然后每天人家给我这个然后去是干什么？是排一个话剧吗？不排，就是学习文化交流、访问学者类的。然后到那儿了以后，看了80多出，我算了一下，80多出日本的戏剧，什么日本小剧场、日本商业剧场，舞踏、歌舞伎、音乐剧。完了以后没有戏的时候，我就看电影，在那儿门太牛。完了，我回来的时候，我记着我穿了一个牛仔裤，就很潮了。不是，我到那个日本什么有一个叫什么三鹰，我忘了有这么一个银行，然后我把那个钱啪就取出来了，一笔巨款。我完了以后完了以后，我左边这兜。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带的呢哈，完了左边这屁股兜，完了一个右边这个塞得满满的，前边这个后边装不下了，差不多人民币4万多人民币，天文数字，4、5万。完了以后回来了以后，我说那为了把这个存下来，在那6个月光吃方便面了还是怎样？光吃那个牛冻，就是那个牛肉饭啊，350啊，他人一天给我1700，对对对，我只花350，我吃一个，我瘦了。我回来了以后瘦了以后，完了以后，我那个大学同学来接我，完了以后就给我叫到旁边，不好意思，说你是不是吸毒了？我说没有，我说就是这咱就是有钱呐，存钱去了。咱有钱，咱不怕，我就开始做艺术了，怎么着？谁我有钱，我就那个时候还回来以后就啪连拍了3戏，叫什么？话剧界暴发户。对，绝对话剧暴发户。我觉着我太厉害了，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也不用去排什么。
电视剧、什么广告，嗯跟我有啥关系？嗯我就是太热爱戏剧了，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四季剧团，日本四季剧团的音乐剧，就是那种商业性的我也看，然后特别小剧场的那个日本的小剧场的那所有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物，我都看。那会儿他们文艺创作是黄金时代吧？那个时候还可以后边就不行了嘛。那时候还真还可以，是吧我待的时候，90年代末的时候，嗯他们还真行啊。对，而且小剧场特别旺盛。嗯我就记着当时是在，我住在中野，然后离新宿也挺近，然后离那个下北泽也挺近，然后我就在那儿，下北泽有好多小剧场，然后正好那个我住在人家家，人拿一个那个邀请函嘛，然后我就每天咔咔咔咔咔，我就每天到那儿去，到那儿以后就是吃牛肉饭。他们家有一个狗，我帮着遛狗，然后看话剧，在日本然后每天存$100，每天存100多美元，挺过瘾的。太来劲了。完了回来以后，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也幸运吧。就那个时候，也就在正当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最需要这个长见识的时候，那我见证了，就等于或者说看到了这种日本小剧场的它的那个余波啊，因为它最早的时候，那个像那个四山修斯呀，还有特别早的那些人，他们的那种什么佐藤信呀，那些小剧场各种，他们那个时候最旺盛的时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但是呢，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余波我又赶上了，他鼓舞我，这些东西来鼓舞我，我觉着有各种各样的做戏的方式，然后回来了以后又有存款，然后回来了以后，整个搞了几个，那太来劲了。虽然我搞戏也没用这钱啊，但是有底气呀。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哦，就是以前谁说的啊？李敖也说过，很多人都说过，就是这个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有点底气，他得有一点点钱，是那点没有，有时候会动作变形的。对，他动作一变形了以后吧，他好像就不是他要的那些东西了。但是所以说我幸运的，就即使在现在看起来，这中央戏剧学院这么多年了，师哥、师弟、师姐、师妹，那能让像我这样的啊，我们还有一个蜂巢剧场，对，我们在蜂巢剧场里，我们可以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在一个限制下，我们可以就是自由的跳舞，我觉得真的挺可以的了。挺幸运的了，而且这种幸运你必须得感恩，就是你感恩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你不可能你永远嗨着，这所有的资源都是你的，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来幻化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艺术家的一种愿望，他有一种不断的愿望，把这种不断的愿望能幻化出一个变成作品，我觉得这挺好。所以后来您搞那个戏剧节，帮到那么多新人，也是这个心态驱动的。其实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好玩啊，就觉得好玩。但实际上帮了很多新人。应该这么说吧，因为还有一个还转化了很多本来不是戏剧观众的人，这个其实对戏剧行业是功德无量。它是一个树林和一个森林，小树林和一片森林的关系。对，就是你家门后边有一个小树林，没什么。但是如果你们这村子都是在周围都是森林，完了一直有这个绿树茵茵的，那不一样。对，你的环境不一样。对，所以做戏剧节，我们还做过一个，就是在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做的，就是北京青年戏剧节。那个也更多年轻人在一起，那个是更多的扶持年轻人，就纯年轻人了，那更多了。还有乌镇戏剧节也好，还有阿那亚戏剧节也好，我们
就有各种各样的年轻的人，就是他好像一直得有一个氛围，得大家在一起。它不像写小说自己在家写就行了。对了，而且小说其实当时也有不少文坛的交流活动，也挺提气的，还有搞那种文学奖，现在不怎么搞了。以前你现在记得吗？不多了哈。对，什么全国什么对青年诗人什么什么大大赛，赛也出来不少人。是，对它其实是一个鼓励。对，嗯，我记得《恋爱的犀牛》当时是说，因为经费不足还是怎么着，然后把房子都押上去读。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想法？是觉得非要把这个给搞出来，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可能能赚钱的，还是两种因素都有？为什么赌那么大呢？因为那时候没有说实话，把房子抵上已经是很那房子也都是国画当时分了我一个房子。其实当时我是觉得，因为跟我们一直就说要投资做一个戏，一直要投资做一个戏的那个，我其实有点儿心情不高兴，就在于他们都已经答应我们要投入。投入，但是后来就是聊着聊着他就没信心了。但是那时候年轻嘛，就恨不得就是必须把它办成，必须办成。然后去我补窟窿，财务窟对，窿。结果没想到一下那一年好像我们演了40场，挣了50万。哦，投入了多少？20-30万。16万几。那时候对个人来讲也是巨款了，那太巨款了，对吧？最重要的都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出的钱。哦，最后我就记着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公司在首钢，然后人家不能说这10几万不可能一下都给我，对，我得分3次。我第一次就去了，背个包，完了以后把那个钱5万块钱，那时候还现金呢，然后我就背在前面，就背着，完了坐地铁。看前后左右都像坏人。对，害怕。等回来了以后，赶紧把这个钱就让我们那个制片郑海就赶紧该分，赶紧弄完了以后，完了我第2次去，我一共去了3次，但最后也挺好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没有赚钱的话剧吧？没有，对吧？我们当时听说话剧挣钱了，那个时候话剧挣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对，大家觉得这事儿还挺邪的。对，那个我记得那是个夏天，特别热，但是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对。那传播是怎么传开？就是纯靠人传人吗？全让人告人，没有任何，比如说也不像我现在社交网没络这么发达，有对什么报纸上广告，对那更没有了。对，也没那就是预算人，对，没有，就自己人传人引爆的啊。对，观众口碑传开的。对，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没啥事儿，可能也没也什么不是没事儿，大家也不去看呢，看别的呀。也不是说没娱乐。后来我一看，后来以后我们再弄嘛，还是不是我导的多好，还是剧本他的那个文学性，还有他的跟时代的那种紧密联系，对，一下就跟大家共鸣了。对，对，那是廖老师的原创剧本吧？他自己原创剧本，对，明白。那个确实是时代经典，而且现在也好像现在只要演还是票房，现在还在演呢。那做的那些实验性的那些，其实也有不少赔钱的，还是基本都能保本？都能保本，都能保本。因为在那种，就像我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外国人吹牛说，我们是通过先锋派培养我们的观众，我们不用传统的那个东西。我们不用委屈自己做不想做的事儿来养活这个观众，我们先锋就是当时我跟他们，我们当时跟他那个外国人的友人说，我们越先锋，观众越多。人家说不会了，我们说就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这还真挺幸福的。然后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我个人比较敏感的就是。我觉得您的作品里边一直都有比较重的喜剧元素在里边，即使探讨特别沉重和严肃的也会有。其实犀牛就挺沉重的，对，特别沉重。对。但里边那个喜剧元素也是
平必衡的特须有的。别好，对，特别好。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性格上的这个使然，还是原来就有意识的有这些创作上的想法？包括那个原著是廖老师写的嘛，他也是这方面大概是什么情况？就其实年二位他那啊，里边就是有喜剧元素，那个喜剧元素，嗯比如当时是99年的时候，就正好世纪这个就是千禧年嘛，嗯那个时候就是他设想的一个就是所有人要建立一个世纪大钟，但是那个这种就是七嘴八舌的人，其实那里边的就挺逗的，包括那里边卖牙刷的，所有好玩的东西，其实在这里边有。比如他说那个大钟上面说我要去偷偷在上面刻上，在那个大钟上世纪大钟上偷偷刻上我的名字，然后旁边说你敢，你这是在破坏100年以后的文物。就这种东西，就是他这种幽默和其实都抓在得特准都有。对我那个里边有这种感觉，好玩的东西。但那个同时也起到了就各种好作用，比如说这对票房对于普通观众的接受度是一个帮助，同时它对那个悲剧色彩还有强化和反衬的作用，是就哪都对，对就感觉对对对全了。，而且就越是在最那个悲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么一个喜的时候，就感觉人生就给穿透了，对，一下就全是有了。就是那个有特别强的，就是让观众就是，其实他那个传递了让观众很分裂、很哭笑不得的那个，其实恰恰就是对的，是他的力量所在。对。但是后边像纯喜剧的还有哪些呢？像那个两只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它算是纯喜剧，两只狗算纯从头喜剧嗨到尾啊。啊，从头嗨到尾对的，就是那类的还有吗？不多，嗯，纯喜剧的哈不多。两只狗那个也是换了好几代演员吧？不，犀牛是6代，犀牛是11代。11代吗？哦，对我在网上查的是6代，可能是那6代的演员可能相对大牌一些。啊，对，大牌一点，对，明白。一共是11代啊。一共11代了。明白。现在是第10代和第11代一块儿在演呢。两个组一直在演。这个真是真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就是很多艺术家很在意自己一生创作完了以后身后的名声和作品是否长寿长青。对，但您这个是就活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就一直就怎么说呢？我们那代人看跟现在这代人看的感受可能有各自的理解不一样。对，但这个恰恰就是他生命力所在。我希望这个戏还恋爱的犀牛，他为什么恋爱？为什么是犀牛？就他这中间最好能有，它随着时代一直在变化，完了一直产生能量。我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能量。对，所以我就坚信现在的观众看年轻一代的观众看这个跟我们当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它一样都是好戏。对，这个还真的很了不起。然后我想一想，那个什么也是长青剧吗？就是那个两只狗也一直在演吗？算是可以的，现在也在演。哎，对，一直呢。对，那个是纯靠演员，而且就俩人啊，就是俩演员，而且陈明昊和刘晓烨他们俩配合的会更好一点。换过几代那个演员？就换过1代、2代、3代、3代哈。我不知道我看的是哪代，反正当时就觉得很过瘾。那个也是同一组演员的，我去看了2次。对，第一次是朋友拉我去的，然后给我们一个朋友拉了我们5、6个去，大家都高兴的不行。然后我们下意识的就觉得好像你也有义务拉几个朋友去一起去快乐一下。然后我就拉着几个人去了，结果他们好像也都做了类似的事儿。这个就是好作品，就是所谓人传人的现象。以前这是说传销的那个，是，但确实是这种。对，确实很过瘾。然后我想一想，您还有一次访谈中说过，无论是什么题材的戏剧都可以是一个喜剧。所以其实可能早期是下意识的，但后边也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创作上的一个。其实是我觉着可能是年轻时候的那个就是胡言乱语和就是东北基因。有一点爱吹牛。其实不一定。我说过一个，我说是摩托车修理手册和
北京地图我都能给拍成话剧，哎，但是现在我想，摩托车修理手册还真行，但北京地图我咋拍成话剧啊？有点难，太难了吧？对，但是也行哈。其实如果要想一想，北京地图我找4个地图，完了又找这个地图，然后完了出现几个看不清的一些案件，然后就在破，这肯定也行，肯定也行。而且到处都是叫什么坟什么坟。对呀，对呀。惊悚的要件直接就有了。对，我惊悚的也行，然后这个惊悚背后肯定有人文色彩啊。对，然后恋爱犀牛之后，是不是就等于对您来讲，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一个节点哈，就是彻底解决了经济上的这个后顾之忧。就我自己回想我这辈子走过来，就有一些节点事情是在那个之前，你也在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不太愿意，比如说循规蹈矩上个班做个螺丝钉，但是也因为自己的这种选择，经济上始终都有一点点不安或者是什么那个东西，那你就会想，哎，我光棍一条我没事儿，但将来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不是还能这么有着性子来？因为我见过我一些中年的朋友。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规划这些东西，到了一个点儿，他无所谓，他慌了吧？但你不能，你说孩子要上学，你说那就上个烂校吧，这个做爸爸的开不了口。然后你老人生病了，你说要不就别来什么特效药、进口药了，就吃点那些旧的破药吧。对，你也开不了这种口，所以隐隐的还是有一些慌的那个东西在。但是我这辈子会有2次、3次这样的一些节点。到了某一个点，经济上问题得到了比前边一个指数级的解决，于是就踏实了，就可以更从容的做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在想，那个恋爱的犀牛对您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节点吗？是，那个之后其实就没再慌过，对吧？我就没再想过钱的事儿了，因为你做戏，就是你做什么戏，这个戏还在那顶着呢，因为大家比较喜欢嘛，甚至我都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聊恋爱的犀牛，因为大家老爱说，聊太多了，就像伟伟不愿意说米店一样，对，是就不爱说，是，但是他就在那儿呢，就跟老崔不愿意唱《一无所有》一样。是的，但那个是个保底的东西，但他就在那儿呢，他在那儿呢，他成立呀，而且他那个圈子画齐了，然后我就可以爱干什么干什么了。对每次到现在为止，我在就是年轻的那个演员们在做恋爱的犀牛的时候，然后我也不能说那么多，我现在就跟我自己说，我要把那个恋爱的犀牛当做第一次恋爱，然后来跟演员说，演员就能理解了。明白。他们就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呼吸的状态上，他们可以把这个恋爱的犀牛可以它的特别美丽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是，那些有的还如果用老演员还真未必能出来，对，他必须是那个劲儿才对，得是年轻的。是，伟伟可能岁数大了，最近跟我感慨了一下，他说他感慨什么？他说他有一阵儿确实特烦唱米店，然后最近呢有一个感慨是，他说，哎呀，他说。就是他以前是很烦什么呢？就是这个唱的太多了，有的演唱会他就不想唱，下边就喊嘛，必唱嘛，他就只好再唱，只好唱，对，只好唱。但是最近他有一个反思是说，为什么就年轻时候还是创作上有点较劲？他说他自己，他说为什么不多写几个这样的歌？然后就是说，如果他创作了一些新的，比如他不搞电子乐去了吗？对，然后搞一些这种东西，然后观众如果来了以后有点失望。他说我要有5首米店，我就夸给他砸下去，让他心满意足的回去。然后他说他接下来要写一些非常流行、非常口水的歌试试。我说你先写出像米店那么深入人心再说。他说可以试，就是你可不一定能写出米店这种东西，因为米店是那个时候，对。
它多有能量对，啊！而且有很纯的东西。你是的，现在你这50来岁了，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个劲儿？其实挺难讲的。对对对对，但是也能理解对，哈。有一些老艺术家，其实到中年以后也创作了，甚至还不断在进化。但是年轻人是主要消费市场嘛，像音乐节、音乐会，它肯定还是年轻这当然人为主嘛。当然了，尤其在咱们亚洲，基本上没有说中年人一大堆去听摇滚音乐会的，没错。所以还得搞定年轻人。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很多艺术家到了中年，即使东西更好了，也未必能搞定年轻人。对，所以其实很难讲的。而且这可能不是你的那种。所以伟伟不应该把这话说了，他应该悄悄的去写，红了他就可以说这话。哎，就是他可以如果那吹牛。对对对，那歌如果没红呢，他就说，哎，我还是想，我就是想创新。对对对，嗯这还挺有意思。对，然后我想一想，那这样这些年能一直就是保底的，除了恋爱犀牛，还有哪个是只要一演就基本上就不愁？比如这2个连着亏了，明白。然后我再有一个恋爱的犀牛比较重要，再有一个就是空中花园谋杀案。那个是摇滚乐在摇里滚音乐剧边因素很重，但它还是话剧吗？还是音乐剧？音乐剧，音乐剧啊，也是个摇滚那我音乐剧没看过。那还挺好的。那个是反反复复演吗？每年都有。最近对反反复演，但是演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对，明白。对，那个我也补课。草薇看了吗？我看过，就是非常好玩，好玩吧？对对，非常好玩的，挺好看的。那你回头看看啊，今年我想补课，有好多东西想补课。3月份好像有。可以啊。在哪儿？北京吗？在北京。大麦应该早就有那个什么预售或预定了。对对对，看一下。在北京。来八卦一下，就是创作上，你们2口子，您和那个廖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一起工作，然后其实夫妻如果生活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其实很容易打架的。你们在创作上分歧多不多？然后最后吵起来，最后是听谁的？通常是。我觉得当年在一起创作的时候，我当时导过一个电影叫《像鸡毛一样飞》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俩吵得挺厉害的因为想不到一块儿。我觉得应该再过分一点。而且有一次我跟那个当时我们再过分一点。当时那个像鸡毛一样飞的摄影师，就是现在那个曹郁，我跟他说，我说曹郁啊，我们应该要在电影史上进行一次革命。好啊，我说革命从头到尾，这个戏没有头，就是这个摄影啊，不知道谁演的，就是一直在底下。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找演员了，爱谁谁。你说不露脸是吗？不露脸，没有头，这也太激进了吧？后来他说：“那谁会给你投钱呀？”我说：“那什么叫革命啊？那当时是戈达尔人家怎么革命的，对吧？咱们怎么就不能革命啊？”后来最后他说服了我，他说没有脸的一个电影，我们就看脸。哎呦，我说等会儿啊，你就是看脸，那看脸上的什么东西？他说看脸上的表情和情感呀。我说那咱们就好好的把脸上的情感好好表现吧。然后我们就变了，就是说，其实反倒是全是脸有可能能成立，就是没有脖子以下的镜头。对。大特写的，对，从头到尾全是大特写，那全大特就没有，对，就是全特写，没有背景，对对对，没有全景，没有什么中近景，对，全是大特写，就是这个其实是成立的，其实成立，但是说没有，他说这不可能，所以我就当时吧，有好多歪招、邪招什么的，我就记着当时跟这个廖一梅，我们也有关这个还是不一样。但是好在就是，他写过一个琥珀，后来又写柔软，那我基本还都是按照那个他的那个作品的那个东西，只是我加进了更多形式。后来我发现，我的形式如果遇见一个特别的扎实的一个文本，
我觉得可能我的形式就变得更实在，可能会更好一点。反倒可能更好。对对对，不是说刻意都要。不太行，就是那个摩托车手册那事儿，不太会发生，或者说不容易发生。明白。所以除了那个电影的时期，基本上你们还是多数时候创作上能想到一块儿去。能还可以，基本上还可以。其他的就反正我耳朵根子软，我是一个耳朵根子特别软的导演。我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善于吸收演员的、舞台的、音乐的、服装的、化妆的、道具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把这东西合在一起，找一个统一的东西，能合在一起。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导演干的事儿嘛。对，导演就是选择这些东西。他不一定要坚持什么，但是他是选择。关于您的报道，我看最好玩的是那个段奕宏吧，好像是跟那个媒体以前访谈的时候说。对，中央台吧，有一个那个拍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导演也没想清楚，他猜的。他说导演也没想清楚，就一遍一遍的喊不对，那对的是什么也没说，然后大家就只好反反复复把自己会的全试一遍。对，然后最后也没喊对，一直喊不对，然后演员就快疯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就这样的时候。有没有那些演员给逼疯了，就中途不干了的有啊，现象也发生过，挺多的好多。所以你也是能把那个演员逼疯的那种导演哈。对，但是我以前的时候更极端一点。我觉着好像就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而且我觉着我能干的事儿，别人也能干。尽管我自己干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觉着他肯定能干得更好，所以你就对演员的要求有一点点好像以前好像要求就比较的，就像你说，导演也没想清楚，然后导演也没想清楚，在电影里不行，但是在话剧里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电影你要是拍完这条。你明天你就没法再补拍了。但是话剧没事你今天演成这样，咱明儿再改一下，就顺了。所以不一样。对，话剧导演好像相对来讲，他更加的好像平衡感更强一点，甚至巡演开始了以后也是有机会再调整的。对，电影说遗憾的艺术，大家不说话剧是遗憾的艺术，就是因为这个还有补救，它可以补救。对，而且你昨天万一要不好了，你演的不好了以后也没关系啊。然后你喝一顿酒，然后调整一下你就原来我可以那样。然后你第二天有的时候什么第一场跟第二场那完全不一样，但是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啊。是。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场演出，不管是音乐还是戏剧，它有就是跟那个电影、电视这种拍下来反复播的，就完全不可互相替代。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觉得很多经典的剧，包括当演员也处在就是最好的配置、最好的这个班底和最好的剧相得益彰，完成了一个那种特别特别完美的那种演出的时候，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还挺可惜的。然后我们又知道舞台剧跟影视作品一个底层逻辑上的差异是，影视作品是可以去追特写，演员是跟着导演和摄影师给他指定的那个去观赏这个场景。对，但是我们舞台剧永远是全景嘛，对吧？就整个这么放在那儿，然后你该看哪儿，一个是演员或导演会有意识的引导，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愿去看一些他们引导的东西。对，所以这个跟影视之间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是我们中间就是我们团队中间也做过那个 VR、AR 这类的产品啊，所以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现在
就是很低成本、很成熟的，可以去拍8K、16K 甚至32K，32K 现在还没有工业化的东西出来。这样的话，理论上有一些经典的，我是特别希望被记录下来。然后将来的人们家里也不可能有200寸的屏幕，因为你摆不下。现在这民用电视最大100寸，投影能到120、150了不得了，上200寸都很困难。但是未来这个 VR 头盔这种可以轻易的在家里还原一个剧场，甚至3D 的纵深感都有。那个时候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在它最好的时期，配合最黄金的阵容，演下来的最完美的呈现，那个没记录下来，其实还挺可惜的。很可惜。对，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那个英国的那个 National Theatre 就是国家剧院，他就是拍了好多记录下来了。这个说实话，如果是8K 以上，当然16K 更好啊。8K 以上的记录的话，将来如果我们有那些便宜的好的这种设备，就比如说1-2千块钱买个 VR 头盔，比现在的画质还好得多，其实是能把舞台那个还原个70%、80%的。虽然它永远代替不了那种每一场不一定的那个是最大的现场演出魅力，但是就没了也很可惜。但它再怎么也是现场录像。对，但是跟现在不一样是。你看，我们去剧场，比如说愿意多花点钱，在前几排的话，你其实能看到一个全景，同时也能看到演员的表演。但是如果我票难抢，或者是我也没钱买最贵的票，我跑到一个大剧场的后边，其实你也看不到人的表情，只是肢体语言能看到。对，所以那个其实跟看录像之间的差距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大了。对，我之所以说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后来像我们身边一帮文艺青年。有一阵儿都那个迷上赖声川那个，然后受的震撼，然后就研究了一阵儿，然后发现早期的很多已经不演了，他在台湾初期的，然后当时能买的盗版 DVD，录的太差了，对，就差到已经影响判断了，就那么差，对，所以我就觉得您那些也是有一些经典的，甚至有一些可能因为票房不太好，你们一个小剧场的后来就不演了。但是挺好的，其实是好作品，那种就非常可惜。对，现在8K、16K 录下来不难，可以不做后期，就先给它录了再说，先留着。对，存个硬盘嘛。要不然挺可惜的。对，我一直对话剧、舞台剧就有强烈的这个感受。而且这个东西如果要做的话，也不会花对，就存几块硬盘的事儿。对。甚至我看那个美国还是英国，他说那个艺术的一个什么博物馆、档案馆，他们就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就是他录下来以后怎么播能很好的还原，什么这些都没想。反正这个跟电影不一样，是全景的嘛。我先搁在这儿，就生拍下来，然后超高画质，然后录下来再说。将来就是一个对，就是把影像，然后声音，都提前想好了，然后。到一个什么规格，录完了先留着，你有点像那个，先把一个人的这个精子给冻了，有点这意思。想生孩子的时候再说。对，说到这个我就有点后悔。我和我老婆中途2个人，我想生的时候她不想生，她想生的时候我不想生，然后阴差阳错就没生。然后现在我到岁数了，以前我也不喜欢孩子，我大概快到50岁我才喜欢孩子。现在觉得哎呀，当时要冷冻一下就好了，就会有这个。现在我们俩身体都不太好，医生也不建议生。所以艺术也是一种，好像也是一种可以做这些处理，好像是可以做这些处理，要不然挺可惜的。对。将来也许几百块钱就能戴一个头盔，都是16K 的，然后你相当于坐在一个剧场的皇帝位那种位置上。这个时候如果以前有录好的8K、16K 的，按那时候最新的技术做好了还原，虽然仍然不能替代现场，但它留下来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不管是零售渠道卖给大家去欣赏看，还是给学戏剧的人，或者说它有一个学习的一个价值。就像你们学戏剧的时候看那些前辈大师的，只能用文本看，对，和糟糕的录像根本那个演出质量还原不出来。对，有这个问题。其实成本挺低的。
我为这个事儿，这个准备这个时候想到这个，这也是我想了很多年的问题。我还现查了一下，不高是吧？不高，而且他们英国那个档案馆甚至有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用4个8K 的做拼屏。那个时候还没有16K 的嘛，他用4个8K 的拼屏，然后合成后期就放着，也不剪辑，也不做那个什么，就是当史料给留下来。而且将来技术越来越先进，对你也不知道他能拿它干出什么来。对，但这个素材留下来，而且不像以前胶片还有昂贵的保管成本，这就硬盘拷贝一下，搁在这儿就行了，数字性的。所以我就觉得您后边再排一些，比如说自己很满意，然后呢，票房一般，但是个好作品，好建议，好建议，那就给录下来，然后存个硬盘就好了。对，没事，我就跑个题啊。还有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可能现在咱们也都中年了，然后可能脾气好说话啊，以前也是著名的难缠，是出了名的不愿意迁就市场、迁就观众的这么一位导演。所以我看到以前就是观众很多人看了，因为名声大了以后，也很多其实可能以前没受过这个文艺方面的基本训练的观众也进来看了，看完了抱怨看不懂啊什么这些。这些话其实是搞先锋戏剧的话，多年以来一直是伴随着，特别是如果还是一个红的先锋戏剧导演，那就要更多的面对这种。如果是特别小众的先锋戏剧导演，其实也说不着。对，所以您这经历一直听这些，有没有时候有时候想一下，就说，哎，要不要搞一个让大家都能看懂的？然后就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冲动？只是不是说为了钱或者是更大的名声？名利的那些东西，而是单纯的想说，哎，是不是做一个能更多人看懂我的作品的这种，有过这种冲动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我那天想到了，我做过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戏，是做过还是想做过？我做过啊，儿童剧啊，儿童剧，1万人的观众。1万个家长和小朋友。你还做过儿童剧？哇的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演了10场呢，10万个观众，是给孩子们看的，给孩子们看的体育馆啊，在首都体育馆演过10场。对，不在那儿演了3场，然后我们整个演了10场对，然后那观众，那小朋友，那观众，那谁，那连小朋友都能听懂，大人也肯定听懂，你敢说你不懂？哎，我做过，而且我还挺过瘾的。做这些要拍下来，只演10场不演了，这种要拍下来多好。然后后来我们在天津演了4场，在上海演了3场，在这儿演了3场，反正一共加起来10场。那舞台上那观众，那小朋友高兴坏了，高兴啊！小朋友那里边有个大坏蛋，完了就故意气小朋友，完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呀？是不是我喜欢你们，特别喜欢我做坏事啊？”完了小朋友就说：“不喜欢！”就炸了，整个体育馆都炸了。完了这个时候，那个他说：“哦，你们喜欢呀？”完了不呀，那些小朋友都要冲到底下去，被他们家长拦着啊。对，那为什么没多演呢？谁知道？当时可能我们有更多事儿啊，我们有更多好玩的想做的事儿太多了。这个事儿，哎，就是我们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我们做过让人喜欢的事儿吧？不，那这个说的太夸张了，不是说完全没做过让人喜欢的事儿，是说有没有就是说有足够多的观众抱怨看不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做一些更容易被看懂的那些东西？我是单纯是这个角度。没有，还真没有想过这个。当然也会想。那作为艺术家，您还真是挺幸福的，就是按照自己喜欢和想创作的东西去创作，对，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成果，还真是挺幸福。对，因为我老自己跟我自己说，那《百年孤独》也好多人都看不懂，是，但是《百年孤独》看的人也很多呀。对。对，而且就是我看《百年孤独》，我第1遍的时候我也看不太明白，但是我越看越好啊。当然这你不能跟加西亚马克思比啊，但是你的情绪可以跟他比，是，对，创作的满足感，你创作的满足感是可以的，是的。
哎，我再问一个技术问题，也是好奇了很多年，就是那些经典的话剧反复排、反复演的时候，每一波换演员的话，原来这个如果本子和叙事没有大的调整，这个导演要重新去全程参与，在整个完全从头到尾再排一遍吗？当然了，每次都得这样，得排一遍。我以为那种就是像犀牛就是很典型的，每年都要演，然后这么多年了，就很多这种经典剧目是一直演，然后一直换演员的嘛。那这种处理的时候，我以前误以为，比如说他已经成了经典，比如说有2、3代、3、4代演员都演过了，在后边来的也都是专业演员，有一些甚至是大牌演员。然后我以为就是说，你看。就是这么个，你就按照这个走就完了。按这个走，但是加你一些个人的理解，我也不太干涉。然后就出来，我以为是这样，其实还是要整个靠。好像需要导演，要和这演员在整个共同的进步，共同的活在一起，共同的活在这个舞台上。有人老说什么，就是什么。导演一定要死在舞台上，就不是他的死就意思就不能再看见导演。我觉得这个这太虚假。因为你导演的这个能量和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你为什么要现在？你今天要排这个话剧，你不是昨天排。那么你今天排这个东西，肯定你对这个戏的导演和他对这个戏剧的价值判断也好，还有温度也好，还有整个东西，他都得进入到这个现场。这样的话，这个戏好看，而且呢，这样的戏剧有律动，它不那么死性。对，你看那个所有的有些。好像特别没意思的那个，他就是因为缺失了一个舞台作者跟他的一个对话。从写好一个本子，然后决定排，然后演员阵容定下来，然后开始排到比如说1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一个，对。整个这个排练到能正式出去卖票演出，通常是多长时间？通常大约在3个月左右。3个月左右。因为你要想到了以后，你还得磨合调整，3个月。真正排练的时间，就真正断断续续，有的时候是连着排一个时间。真正排练的时间需要1个月，就是1个月多一点儿。那这1个月的认真的因为要卖票了嘛。对那这1个月的排练是要全部的阵容每天在一起吗？不需要不需要。一般来讲，最后10天，然后就是开始各种灯光音响啊什么就开始介入了。但是在这个灯光音响现场介入之前，都已经开过无数次会了。然后分段落的那种排也都排过，都排完了。然后大家在一起呢，变。最美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反正我是这样的经历，到最后就是演出前5天是最幸福的，天天都在变化太来劲了。有时候我第1天刚否定了，完第2天我说赶紧回来，咱们再把那场戏再重新再来一遍。不是都已经删了吗？不行，得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说我们只删1/3，另外2/3保留完了以后太棒了吧。结果第2天我就说，我昨天又想了想，为什么不太行啊？全删，又删了。但是有的时候越删越有力量，越弄越走。他就是有点像一个师傅，做菜的师傅买了好多菜，咔咔咔。昨天买了萝卜，买了这个，然后买完了以后，咵就这3天是开始做，完萝卜都切好了。这时候突然就是你香菜没买，忘了，快去买香菜去。完了回来，完了再弄那，他是一个大锅会的一个最戏剧最有魅力，就是我们来讲，我最过瘾的，就端出来前是最过瘾的。哎呀，太过瘾了，简直是对。
特别想去看一次。后边那种好玩彩排那种可以去看吗？可以啊，就是这朋友的，嗯就是可以看。一般我们都当然，因为他演员啊，会受影响。他那个时候，比如我在跟我的演员的时候，他的演员基本是完全赤裸的。他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排练场，就是在试错，就跟那个片场都不一样。明白。就是他的完全敞开，他就让错了就错，对不起，我错了。原来我就老爱说，不爱说这话。现在我特别爱说的，我也愿意在跟演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大声的说，我说我错了啊，我错了，对了，咱来一个别的，但是我再判断一下，弄完以后就这个就挺好，然后后来以后就弄完说我错了，我这不对，你让我再想一想我们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再弄，完了回来以后全变了，多来劲呢！我觉得这创作起来多来劲呢！以前您是羞于在演员面前表现自己没想清楚的，是的，假装一切都在掌握啊。以前你就觉着你说你这绝对权威嘛，死皮赖脸，完了你就是说明明错了，完了还什么？现在没关系，你就说你错了，我错了，同志们这原谅我吧啊！对，大家都说中年人最宝贵的是面子，其实想得开的人到了中年反倒觉得面子不重要，对，解决问题更重要。对。而且最后解决问题的快感，它有一种快感在里。是。然后这个排戏用明星演员和用普通演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那种差异？这也是偏八卦的，只是文艺一点的八卦。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要说多了就得罪人，但是说实在，明星演员啊，咱也不点名可以。明星演员他最重要的是，明星演员你要跟明星演员合作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星演员都有各自成功的经验，所以他们有成功经验，老子还有成功经验呢。咱们你也成功过，我也成功过，咱怎么玩？所以呢，你就是费点劲，你老得嘚吧，你老得说。而且你得会不会还有经纪人出来说这个不能？那倒没有，那个不是经纪人，好像可能在影视上可能更多一点，在戏剧倒没有。对，所以有可能他们访谈上啰嗦一些，那些经纪人要保护艺人嘛。对。但演出是要么就不演，要来了以后，我们你就基本按照我们这。而且我觉着可能这个明星，我原来就觉着。动不动还得伺候明星的感觉，后来我觉着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明星有能量，我们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导演，怎么能利用这个能量达到一个就是你平时没有的，你光从剧本里都不一定有这个能量。对，但是明星他赋予了新的能量，那这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个能量是叫什么能量呢？就是一种可以叠加的社会能量。所以我觉得明星挺好，还能让不看戏剧的人看戏剧，也可以来看，全是好事啊，全是好事。我现在觉着，这个能量要好好利用。而且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你这跟我的这个审美不一样，我比你想得多，而且我审美上比较完整而且我这个美学简单说就是我比你牛。对，比你牛。我比你牛这件事儿，也是慢慢的这么长时间，慢慢的你就发现了，好像你有些好的演员能给贡献一些您本来没规划的。对了。而且你老觉着自己牛，但实际上有的他们那些演员，他们会把平时的很多各种各样能量带到这儿来。他不是让你牛，你牛是你个人的牛，是这个戏这个舞台那个现场那个空间如果牛了，整体我觉得你更牛。对吧？是这样的。还是有好的演员明星，
他有他自己的特别强烈的这种，就是可以被幻化成舞台上的美丽的瞬间，肯定可以。然后您这行跟电影电视不一样，是用不了业余演员吧？也可以啊，也可以吗？但是我没用过啊。我用过一次，因为我跟电影导演聊过，他们意思是说，我用专业演员的时候，我只告诉他我要什么，他是专业的，他能给出来。然后如果是拍非专业演员，我知道他身上的一些东西，我要把那个我给挖出来就完了。对，但你不能跟他要啥他就给你啥，因为他不是专业演员。但是舞台剧我就理解，这要不是专业演员的话，应该对这个演员挑战太高了，因为那个拍摄还可以用镜头各种作弊啊，或者怎么着。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戏是不需要演员特别，就是他，比如他故意招募一些非专业演员进行跳舞，和比如说专业演员跳，非专业的演员就跟着他跳。完了，人一多也看不出来，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的是那种非专业演员的形体的笨拙感啊，笨拙感、生涩感也挺好的。我这次我刚从那个就是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了一个阿米国际戏剧节，那个戏剧节的一开始他做了一个春之祭，就是有20个专业的，有20个不太专业的。但是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通过训练，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理解，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土上，47个演员一块跳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咔，你还真挺感动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让业余演员来演专业戏剧，这个有一点难。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年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年轻人现在手机成瘾，就基本上放不下手机了。对。然后如果在剧场看到一堆，因为电影是相对不存在这问题，电影只是说我玩手机的时候会不会对边上观众造成光污染这件事儿。是的。但是舞台剧呢是活人在演。所以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说人是买票进来了，但是比如说正在演，尤其小剧场，大剧场还不显。对，小剧场，然后坐在前排，然后摆弄手机什么的，这种情况有遭遇过吗？全是，现在很普遍吧？很普遍。现在年轻人都离不开手机了。对，但是呢，你又能理解。但是好像在演话剧，这种话剧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话剧，有那么300多人，有那么2、3个人偶尔拿出手机，他看看几点了。这个没太难看了啊！但是也有那个，就他就是控制不了的，得看，而且他还翻。有那么几个人。但专业演员的话，其实这些应该也都训练过，不受影响吧？也受影响。也受影响，但只是他能控制到，你看不出来他受了影响。对，也确实是现在的这个手机，在国外就没有，在欧洲和我这次去的在戏剧节，在所有的戏剧节里边，这个现象不多，因为大家都是来这1个半小时，他是愿意把别的事儿都抛开放下，然后在这1个半小时听你说出什么点东西。但是呢，这就有要求了，你要说出点东西了，他就把他给蒙了，然后他就觉得挺好。但是如果你稍微现在的，当然了，现在的观众也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稍微集中注意力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了。对，这是被那个短视频、碎片化这些给改变了那个模式，人的行为模式。你别说，有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比如我在现在排戏的时候，我跟他们，我就觉着，我说，哎呦，你等什么呢？那个演员说，我得酝酿这个。我说你别酝酿，
你就从 A 到 B 走过去就完了。就我也有时候也受这个影响。后来我发现，哎，它酝酿也对。当然，你说它不酝酿，它直接就到那儿了。这中间如果一个戏剧所有过程都没有了，都是结果了，也不好玩，也挺怪的，太难受了。是，我做梦都没想过，就有一天人类会看每一支15秒的视频，然后能看一晚上。所以现在这个短视频确实很多东西就是违反，还就是15秒，15秒、30秒都可能。对，现在是多了一些长的，在它这个短视频平台，什么快手、抖音什么的，初期都是10几秒，长一点都不让上。它初期就是要控制成这个样，但是现在有很多长的内容了，也有一些优质内容上去了。但是就是人对这种即时兑现的这种多巴胺分泌，已经有多巴胺的有多巴胺习惯了啊。然后还有一个理论是说，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重塑自己，就不是说你成年以后大脑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它就不一成不变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一段时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做深度思考，一直在看一些有分量、有深度的东西，那个时期你的大脑工作的那些神经元就是匹配去调整成更适应这样。那你接下来再去做深度研究、深度调研、深度创作，没问题的，它就越来越好使。然后如果你有一段沉迷于那种即时的快乐，15秒一个的多巴胺分泌很爽。然后像前一阵儿，其实像我作为王朔老师的铁粉，前一阵儿他那个出来访谈说，他每天刷15、16个小时，按说他功成名就了，也退休了，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听了还是有点难过。对，就你要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刷那些即时娱乐的那些碎片化的东西，你的大脑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做深度思考，不能做那种深度创造的东西，对，就会越来越朝那个方向去。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要定期把所有的社交软件全删掉，不光是抖音、快手这样的，也包括小红书，也包括什么微博这些。我定期就因为工作一样一样又装回来，然后就最近好像有点多了，然后我就赶紧又都删掉，就来做这个调整。我是现在是每天起来醒过来以后，我规定我自己醒来之后1个小时不碰手机，我真的特别管用。睡觉前也是，睡觉前我有时候忍不住，那个就会导致夜里睡眠质量差，因为它再怎么防蓝光，它也是有蓝光的，就会导致睡眠差。以前咱们看纸质书的时候，哪有说一晚上睡不着觉一直看到天亮，很少嘛，除非看那种传奇小说。对，所以在自己那个在厕所里边和在你的床头，搁20本以上的、10本以上的诗集，管用的，它能哲学书也管用，就是管用。对，然后早起来的时候有1个小时，你坚决不能看手机，而且出了什么事儿呢？也出不了什么事儿，顶多你晚回1个小时，你就跟人说我在睡觉呢。对，其实耽误不了。这1个小时呢，你起来晃晃悠悠，喝杯咖啡，然后溜达溜达。这好像这只能用这个来对抗了吧？别的不好对抗。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陷阱，大家说。反正你每天从早忙到晚的时候，中间肯定有一些碎片时间。对，碎片时间，比如说你约了个人，这个人约好了中午12点一起吃饭，结果他晚了15分钟，那你这15分钟这15分钟干嘛？对，这是多出来的15分钟。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是陷阱，因为你把一天零散时间这些凑一块儿，也动不动就1、2个小时。那这1、2个小时，咱们说学习这有点扯淡，但是这1、2个小时你用来看小说，有一些小说不是强情节的那种，断断续续看是没事儿的。那你这个今天这儿5分钟，那儿15分钟，凑一块儿也有1个半小时，这1个半小时其实能看个中篇也能看完。所以每次听这种我就会，就赶紧把它都删掉，但是过一阵儿就一个一个又都装回来了。但我觉得即使这样恶性循环也行。也好过，就是特别坦然的就把时间全给那些了。对，就我们是被新的世界开始规划了，对，驯化了，驯化。对，所以你看现在年轻孩子根本就没有耐心看一个电影，
打小摸着这个短视频长大的孩子，没有心思看一个电影。可是有的时候你再想，咱们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就如果要有一个电影的话，能够就是，比如我哈，我就特别爱看沉闷的电影。为啥呢？塔尔科夫斯基的我就特别爱看，就是看一次睡一次，没事儿。但是睡完了就他来劲。我看不懂大片儿，因为大片儿那个这完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去看大片的时候，就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人说那谁怎么了啊？他那个联系我呢，这就是有点像你刚才说那种理论，就是你慢的东西，它让你慢的东西让你时间变长，让你的生命变长啊。快的东西这一天就快过了。是，对。以前我搞那个英语培训的时候，那个请那个贾樟柯老师到那儿跟我们学生交流，就是有讲座嘛，暑假那种讲座，然后他过来讲了一个他打算拍的武侠片，那个时候就是上了议事日程，现在放下了，他说后边还是要拍的，拍一个武侠片，但是他给我们学生讲的时候，大家以为要听那种就是很激烈的那种很商业的武侠片，其实贾导拍什么都会拍成他的风格的那东西，所以他的武侠片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飞来飞去刀光剑影那种，即使有，也是为了服从他的创作上的某一个点去做的一个手段。对。然后那个里边就提到那个古代的人的时间观念，他给我们讲了20分钟，就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古代的人没有电视，没有闹钟，没有什么新闻，没有什么就什么都没有。早晨醒来其实就是因为太阳出来了，然后太阳出来呢，他就习惯了。就比如说，你看现代人如果晚上不想睡觉，有1万件事可干，太多事可以干。古代人呢，如果不想睡觉，他也没什么事干。而且如果穷人家整夜的点个蜡烛看书，第一体验就不好。对。你没有白炽灯泡之前，我们用蜡烛看书，即使家里不差钱，点上50个蜡烛，它体验也不好，灯光一直在晃悠，其实并不舒服。对。然后你说天亮了以后看书多好呢？所以即使看书的人也不搞那个，只有什么进京赶考，他才有一个临时抱佛脚夜里读书，正常人都不会夜里读书的。然后太阳出来了以后，尤其是如果在农村住，又不是下地干活的那些人，这个就很漫长。然后他那个武侠里还提到说是寺庙里，那就更漫长。就一天跟今天的人感受的一天，可能是主观感受上是3倍4倍的差异。现在的人一天非常漫长。现在的人也好像不爱发呆了。就没有发呆的时间，其实发呆有可能是大脑那些神经元再重新调整组织一下。对，现在那个时间也没有了。以前你要不说我都忘了，真没有发呆的时间。以前2个人，比如咱们俩见面就是提前，比如三人见面吧，3人见面就是咱俩先到了，他没到，咱俩见面，最近忙什么呢？是行，完了以后俩人就不说话了。但是也是。那个时间挺美妙的啊，现在不是了，现在他没来，咱俩就在那儿特别理直气壮的刷手机，而且时间，可他一来了，然后聊2句以后，这3个人理直气壮的刷。对，还有以前聊完了以后聊得很愉快，甚至有一点疲劳。对，然后上了出租车，你既不想干这个，也不想干那个，也不想打电话，也不想干嘛。在那儿发一会儿呆，这个就很正常。对呀，现在没有发呆时间了，上了车就得回15条微信，然后再刷2条视频，然后就到家了。是，还真有意思。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您做了那个2个戏剧节，然后分别也做了好多年，然后这个最初的缘起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就几个人，比如说话赶话聊起来，还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很具体的规划，很多年以后实施了？其实这个乌镇戏剧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实在的，还是黄磊。黄磊呢，就是因为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他就找我说他要做一个
一个乌镇戏剧节。哦我那时候我在上海，我记着演那个《堂吉诃德》，然后完了弄完以后，然后他说：“哎，我弄了一个地方叫乌镇。”然后那个乌字儿吧，大家特别爱说鸟，看不清这个底下有没有这个，就爱管它叫鸟镇。鸟镇，哎，对，我说那儿有一个，我想准备弄一戏剧节，你过来一趟，然后呢，我说我这儿排着戏呢，然后他说我派车接你，然后他就他亲自带着一辆车，完了我们俩就到了乌镇。到了乌镇09年，他就说这个09年还是10年啊，反正就忘了啊。他就说这个地方，你看这块空地儿，我们在这儿要弄一个剧场。这个地方要弄一个，这是鸡窝哈，这也弄一个剧场。这一弄了，完了我心说行吗？蒙谁呢？但是我是比较的温文尔雅嘛，我就比较说好，很好，太好了，我一定支持，没问题，特别棒，你真棒，你好极了。完了我们俩吃了个牛肉面，然后完了高高兴兴就散了。这之后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13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事儿弄成了。然后好像是在11年、12年的时候，赖老师，他的一个朋友姚仁喜是个建筑师，就把那个剧场建起来了。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儿就都特别完善了。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是当地是扶持的文旅项目那个？不是，还是什么？是当时的乌镇有一个乌镇，它有卖门票嘛。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话，就剧场也起来了。然后现在就那怎么办啊？然后就把这戏剧节，那个时候第1届我记得戏剧节是有3个国内的，3个国外的。就是3个国内的呢，完了以后大家就，我记着《空中花园谋杀案》，然后赖老师的是哪个戏啊？如梦之梦，我没看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反正戏就3个国内的，再加上国外的，完了就弄完了，结果就特别好，就感觉就特别对，然后就开始从一届开始做了。我刚开始我前2届我没有做那个前2届我没有做艺术总监，我从第3届开始做艺术总监，一直到现在。然后因为你做艺术总监，你要做好多事情。首先你要把所有的戏，国外的所有戏请过来。现在每年国外的得有18个戏呢。然后国内也有好多戏。另外你要知道这个戏剧节它的那个整体的美学走向。那你请这个戏不请这个戏，凭什么？你的原因在哪儿？你的这个审美的标准在哪儿？反正就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但是这个我觉着也不值得聊。聊的就是说，就怎么就乌镇戏剧节那么好玩儿？就一直到现在了，就是一届特别好玩儿。就乌镇戏剧节到现在今年都第13届了。那有所有的国外的好的剧团、好的演出，几乎都来过乌镇了。完了，我们今年26年10月份又要有新的剧团演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8个戏，都在联络和进行当中了。等到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一个16个戏到18个戏的这么一个规模，然后就开始演出了。然后它整个戏剧节，你看它有国外的特邀剧目，然后有那个古镇的嘉年华，还有青年竞演，还有这个就是
小镇对话，还有戏梦粮仓，还有这个什么起跑计划，各种各样的，然后还有什么午夜朗读，就在那10几天，哎呀，你就玩吧，就在这么一个江南的小镇里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夜夜笙歌，高高兴兴，然后。去年，黄磊又弄出一个他们自己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就等于是叫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夜游神，晚上的时候就在那儿玩，然后有蹦迪，反正所有人就在那蹦迪。哎呀，就是文化活动多到都淤了，是吧？淤了。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所有的活动，它都是跟戏剧有关。然后一共有14个剧场在乌镇，有大的、小的，完了以后有露天的，有在外边的，有各种各样的。就你作为戏剧，你到那儿，哎，别吹牛，你要去到乌镇了以后，可以。尤其是你参与，你要参与演出，那就不聊了哈。那如果你不参与演出，你到那儿有你干的，有你看的，有你玩的。我都担心这样高高兴兴玩1个多礼拜，回来没心思上班了。有的，有好多人就叫什么落幕综合症。完了弄完了以后上班就发呆了。就觉得还是得调整一下，还得调整一下。明白？那么开心啊，确实开心。那每天看2、3个都看不完，每天看5个。每一次是多少天？每次是11天啊，11天。哎，就第1个星期4，完了第1个就是星期4、星期5、星期6、星期日。然后第2个再加上第2周的1、2、3、4、5、6日，7加4，正好11天，完美。这2周。我现在就把戏剧节分上、中、下，或者是前、中、后。前面这第1周啊，就是你先玩，中间这2天呢休息休息，然后到第2个周末第2次冲刺。想起以前那个大家都愿意听段子嘛，愿意听脱口秀，然后。每年搞那个脱口秀大会，李诞说的那个，头几天的那个要连录10几个小时。然后虽然听笑话开心，你要连一口气儿听15个小时笑话。他就说有点像什么喜剧地狱，就虽然是喜剧，但你感觉是在地狱里。但是这个是幸福的烦恼了。对呀，所以喜欢戏剧的人，可能确实去了的话，可能终生难忘。我是眼睁睁看着我朋友圈里一堆不是文青的，也都在讨论这个，然后甚至跑到那儿什么下午谈个生意，晚上看个戏剧，很好啊。然后后半夜去喝酒，又去谈个生意。对，他就觉得工作也没耽误。对，而且到那儿谈生意，可能都能谈得好吧？对，互相之间心情好吗？心情好啊，而且还有共同话题。所以就不会出现俩人坐在那儿谈生意之前先得交流一下，联络感情嘛。不用，这就不用尬聊了，这都是有的聊。就有的聊完，或者就是说那边戏马上就差不多开演了，然后咱们直奔主题吧。完了也是一个办法，也挺好的。对，所以这些年搞下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开心。但也操心吧，很累。上半年就操心阿那亚戏剧节，下半年就操心10月份就是乌镇戏剧节，但是这全年都操心。对，但是这2个它互相之间也有不同，所以有这么一个也挺好。我主要就想出一个主题，或者是想出一个概念，然后那底下有好多人来做，帮着来把这件事实现。我觉得挺好的。我在想，如果没有这2个戏剧节，我们戏剧人是多寂寞呀。而且有了这2个戏剧节了，我们戏剧界就有奔头了，有个招摇的这么一个场所。
尤其是有一次狼哥、老狼，好像是4进4出。4进4出什么意思？乌镇就11天啊，他进来了以后，哎，玩了1天，而我得走了啊，完了以后走了，有点事儿走了，完了以后，我得那边就有一个演唱会，然后我明天回来了，完了又待1天，我又走了，4进4出，这么沉迷？哎呀，太好了，他可喜欢了。明白。对，音乐人去的也好像特别多，音乐人去的多，对，都是文艺口的嘛。对，经济效益也很好吧？经济效益应该是很好因为所有的票全部卖光，都是抢不到。提前多久放票？1个月？提前1个半月。1个半月。对，明白。到时候就看艳芳的了。得抢票得抢票。对，是。而且好的那种，就是那个过分的戏，全没了。上海看脱口秀有时候也是真的抢不到。抢不到的话，就还得就是厚着脸皮去跟人家要。现在脱口秀的状况是最好的状况了。对，很好。是。对，而且年轻一代的层出不穷。就很多我们在节目里第一次看说，哎，这小伙这不像新人呐。他们说对，线下都搞过3个专场了。哇！但因为种种原因，以前没上节目。其实脱口秀现在特别就是特别不缺年轻一代的。那这特别重要。对，就是说做戏剧节也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他需要2方面的年轻人，一方面就是创作者，另外一方面就是观众。对，当然而且中国的观众跟中国的年轻的观众跟外国的年轻观众不一样，中国的年轻观众他陪你走一段时间，他就下车了。外国不是，他上了车了以后，他下不了这车。他一直你看那外国的全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剧场里边全都是白头发的老头老太太。那中国像我们那个剧场都那么多年了，很少有老头老太太，只有什么名著，比如我们做那个达里奥福的一个那个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经典名著经典，浮士德，对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些老人会过来看一看，到底是跟他年轻的时候怎么着。但是一般的戏全都是年轻的，但是他们到了30多岁以后就离开了。他们干嘛去了？我也在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比如说以前那个滚石来上海演出，然后现场呢，1半以上都是上海的老外。然后进来了之后，我们在现场看的话，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人来听滚石的全是年轻人，然后老外在上海那场听滚石的，从20多岁到60多岁全都有。对，所以还有一个以前经常聊的，就是说在亚洲那个流行乐就卖唱片嘛，以前就见不着30岁以上的人买唱片。是。但是在欧美国家呢，他从20多岁一直到70多岁，一直买到70多岁都买唱片。对，所以可能就这个解释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原因，而且亚洲好多个国家都这样，但各自的原因。亚洲国家都这样。这个原因有很多吧，就比如说，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年轻的时候大家有闲工夫，走进社会以后，其实忙起来以后就确实很忙了。这个是一个而且他是离开他自己热爱的土地了，然后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领域了，然后慢慢的他有新的一个追求，然后原来的东西跟他渐行渐远。对，就各种原因。对，还包括有一些是互为因果的，就比如说。一方面是成年人不消费流行乐了，另一方面是流行乐也没有能给成年人听的，就是你知道吧？像我小的时候，对，咱们中国的流行乐、港台的流行乐里有点深度、有点分量的，其实比例是很低的，像罗大佑、李宗盛那种，对，可能20年就能说出这2个来，对。然后大部分都是那种也就没人给咱们再给营养了，对。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就是互为因果的一个事儿。对，就原因比较复杂。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其实也想到了以后怎么办？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都就是说是年轻人肯接受，对，年轻人肯接受是好事儿，但你也别流失那些成员。是的，就怎么能让这些东西变成一种共同成长，而且你别就是你自己跑得特远，前情提要你还得重新再说一遍。对，那有一点好像这个最好能续上，最好能续上。对，最好能续上。然后年轻人怎么说呢？年轻人进场进得快一点然后这个就是成年人退场退得慢一点对，多好啊！是这样的话，艺术工作者就会很从容啊。我觉得戏剧节对这个是有帮助的。是的，是的，戏剧节就好多了。我就看我那朋友圈里很多中年人拖家带口过去，就感觉是度假。然后回来本来不是文青的，也在那儿很认真的讨论那些看的戏剧，多好啊，多好啊！去年的乌镇戏剧节，这个是有一个开幕大戏嘛，就是《人类之城》。哎呀，太好了！这个剧团100多人，道具400多件，然后演什么1天9个小时，这个整个前后能分享一下吗？因为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敢投入，然后还能取得成功的这种大戏。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戏呢叫《人类之城》，是由5个古希腊的那个作品组成的。其实是可以断开欣赏的，不用它一口气就是断开欣赏断开欣赏。它有一个序言，然后有一个第一部，然后呢有一个第2部，有个第3部，有个第4部、第5部，这一共就这个东西演3天，所以每个章节其实是可以独立看的。2个你可以看然后呢，你看完了以后，然后你第二天再看，所以它是连着是得9个小时，但是可以分开的。明白了。那个，然后这个好看，100多人，然后他这个戏在他们那儿原来牌子一直就是还是都能盈利的，对吗？在德国，他们那个汉堡剧院，它是可以盈利的，但是它不能在外边演出，因为一到外边演出，所有的灯光、音响、剧场有变化，他就hold不住了，太复杂了。哎，对，但是他这里边有一个女生的一个不是女生了，一个女的独角戏，就拉药斯，就是这个戏是他可以单独拿出来到世界巡回演出的，但是乌镇戏剧节把这5个戏全部全请来了弄得还真是，而且干净。德国人演戏那干净漂亮有力量，然后宏大和那种细腻之间的那个关系，哇，那太好看了，好看。看完都说好，但是有的人就说不出来哪儿好，但是有的人就说出好来以后，让你就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就整个就给垫起来了。现在这戏剧节也真是有实力啊，这要请100多个人过来演，嘿，这不是玩个狠的吗？不，那还是因为整体效益好嘛，不管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对，而且要不然不可能嘛。而且这不是这样的吗？星期4演2场吧，星期5再演2场，星期6再演2场，这不是一轮下去了吗？星期天休息，星期1再演，星期2、星期3，所以他演了2轮。而且因为演了2轮了以后，他就有一个社会效应，然后口碑的越传越好，所以全满。这个是在多大的剧场？1200人的剧场，全满，每一张票全都卖完了。哇，太来劲了吧？是我说实在的，不是票卖的多少，而是说你到现场以后，那所有人全都等着要看一出好戏，
结果这个戏也没辜负，完全没让人失望，没让人失望。这个太强了，因为即使音乐节都说还不错效益，但是大家也说，有一阵儿不是说就很难挣钱，然后大家说，最好别请摇滚乐队了，请民谣的吧，民谣就一个人，就一人，关他一个人的时数就行了。对了，摇滚乐队动不动来6个，就觉得压力大。对，这100多个还都敢请，他们剧团，迄今为止也是到国外5个戏。然后还演2轮，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了。而且他们超满意，对中国整个的技术这种控制，因为那灯光，你知道那个灯光就其实是挺复杂的，对，因为它那个电脑灯啊有一个电扇，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灯你要是那个凑合的那个灯特响，那感觉完全就没有。然后从灯光到舞美到这个所有的细节，这还下雨，舞台上还下雨，然后还有泥，那个树叶儿。然后就远处还有多媒体现场，太复杂了，但是从容容，漂亮极了，所以他们也很满意，特别满意。他们说这是他们在外边演的最好的。这些年其实中国很多以前我们觉得不行的很多领域，悄悄的都特别厉害，就是像包括使用那些什么器材啊什么，很多甚至是都有，就中国早期都是仿制或者是盗版或者是租人家的那些东西，现在做的就很多领域都特别好，不是说全面赶超吧，但很多领域其实都做的比国外好，但是大家也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像我去年年底搞那个大会的时候，有很多我们的选题因为篇幅的关系都来不及上，就比如说听音响这件事儿。我是比较重度的 HiFi 发烧友，就是买那个音响听，然后我倒没走火入魔啊，像他们什么花几万块买根线什么的，我也没那么变态，然后但是还是听音乐为主，只不过对器材比较讲究，然后这些年就发现国产的 HiFi 器材，悄悄的就至少。他们可能不觉得悄悄，他们是每天在努力耕耘。我是年轻时候买过国产器材，买过2、3次，都特别糟糕，很失望。后来就再也不买国产器材了。然后最后一次可能15年前，然后年底大会的时候，我们去广东去看各行各业做的那种硬件，很意外的发现 HiFi 器材就是高保真音响这些，因为做的太好，甚至在英语世界里都有那个专门的生造出来的词叫拆fi。HiFi 不是高保真吗？叫 China 从中国来的这个 HiFi，所以就把那个单词的前半段的缩写，Hi-Fi，对，HiFi 就指中国高保真音响，然后在国际上拿了很多的奖，然后公认的整体优秀，并且有一大批比国外经典的著名的那些器材还好1/3的价格，然后一样好，对，它主要一个性价比在这儿呢。关键是还有很贵的。就是一个数码播放器卖个3、5万人民币也都能卖出去，然后一个功放卖5到10万也能卖出去，所以喇叭稍差一点，就是解码器，然后数字播放器，然后前后级，然后就这些东西，包括耳机放大器什么都做得非常强，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挺意外，然后我买了一些，也有品牌商借了我一些。拿回来听，真是就盲测的话，很多时候比人便宜2倍还能赢对，所以各行各业都是。戏剧在这点上也是这么多年来，反正慢慢的发展的。对啊，您看您早期做的时候，大家说啊灯光不行，什么音响不行，对，然后什么这个剧场的声学不行，对。这些那时候都是硬伤啊，特别难受。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因为有这个硬伤，所以我们必须得玩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把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转移。但是现在不用了，你要牛你就把这个安安静静的弄好了，是就挺好的。然后他这个剧就是这个叫什么《人类之城》这个在德国有多少年了？这个剧？
是个经典的老剧吗？他们是在就是剧本是古希腊的剧本，现在就是像就是俄狄浦斯王，就这些，还有安提戈涅这种都是老剧本，但是在疫情期间，德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剧作家，然后把它等于按照时间顺序5部就给它连上了。应该是4、5年前的这么一个创作。那么4、5年前的时候，正好是疫情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没事干，所以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个，能把5部全统下来，整个来做这个。平时也不现实。平时你要做一个，你就得演。对。现在他正好把5个，没想到弄完了。那个导演，那个卡琳贝尔也还挺棒的，是个女导演，也在德国，也因为这个戏也演的特别特殊嘛，所以她也挺有名望的在这上。疫情还莫名其妙的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少好的副产品。是啊，虽然疫情是全人类的灾难，对，但这件事儿就算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排完了以后，没法演，他就先搁，然后又弄完，搁，等到他排完3个以后，他就那我们把那个都补充起来吧。闲着也是闲着，变成人类在最早建立这个城，建立法律、政治，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准则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反思，就是他通过这些东西对人类进行一个反思。这个东西再回来了以后，其实在中国演出这个也有意义。就是你怎么来面对你自己的这种生成出来的这种文化状态和西方已有的这些价值体系之间的思索，其实挺好的。反正我这是看完了以后，除了在戏剧美学上的这种喜好之外，它还带来了很多文化上的思考。这些有影像记录多好，因为它这种规模庞大的，不是在舞台上想复现就能复现。是，对。哎呀，错过了不少，希望后边有更多更好的东西能看。今年开始每年去吧。今年去。阿那亚戏剧节这些年搞戏剧节看的那些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戏剧类型，包括创新的那些，有没有咱们国内完全没有过的类型？有有什么特别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哎呀，特别的太多了。是吗？我说一个特别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比利时看过一个24小时的戏剧，完了下午5点开始，连演24小时。连演24小时。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在一个剧场里边，下午5点开始，今天下午5点开始演到明天下午5点，第2天下午5点。中途你想出去吃饭就吃饭，你想回来看就回来看。它是个舞蹈20多个人在那儿给你跳各种各样舞蹈，其中有一个有剧情吗？是舞剧吗？还是没有剧没有剧，就是干跳24小时。完了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铁链子其中有一段就拿着这个一直就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啪跳了40分钟，最后观众都给鼓掌。他就是一种体力。然后旁边还有几个这是个男的，旁边有几个女的就跟着他跳，就类似这样的24小时。完了我去看的时候，我看到12点的时候，我一看，哎呀，我困死了，我怎么办呢？完了以后睡呗。就你可以在那儿睡。结果好，演员还20多个演员上来了，他们自己每人拿了一个睡袋，在舞台上开始睡了像行为艺术。他们睡了半个小时，这个半小时我就出去了，我出去吃了个披萨，大约在1点多钟的时候我回来了，又换了一群美女，在那儿啪啪啪在那儿跳。
完了从头到尾是你就感他那个叫奥林匹斯山，也其实也说的是一种，你要说没故事吧，它是有一个归纳，就是说的是那个人和神之间的有个框架，哎，有一个框架在那儿，很漂亮，我说的不是演员漂亮，明白，就是他的那个给你营造的那种无限的那种氛围和那个肢体的那种律动，太漂亮了。结果到第二天5点，哎，结束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了。听着更像行为艺术，不是行为艺术，是表演，可来劲呐，是吧？有行为艺术的色彩，比如说他那会有人坚持完24小时吗？我呀，除了中间出去吃东西，我就坚持了24小时，所有人都坚持24小时，是吗？对。然后哎，比如说你说有那种行为艺术的哈，比如他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浑身抹上油，就是那种花生油似的那种，不知道是橄榄油啊，然后带一个橄榄枝，一男一女，2个人上来就开始跳那个舞。他有油的身体接触和没有油的那个身体接触不一样，那个丝滑度也不一样，然后就2人跳到最后，又上来俩人，最后有八对儿，完了地上也都是油，然后他们就在那油里边就在那儿，特别美，你刚开始你觉得你蒙什么？但是后来你就被他的那种身体接触带来的一种空间的一种美感，一下你就征服了。反正我看着特来劲，特棒。所以就是这些年他们实验性的这种探索，还是就一直都很丰富。对，就在这上的还有一个弄的。我以为中国戏剧人见多识广，出去也就没什么新鲜了，还是不断的能。不过你说的对，也确实是我们到了德国，你看啊，德国的戏剧，到了俄罗斯的那几个我们重要的祖师爷的那个几个剧团的戏剧，我们到法国那有几个特别好的剧团，有5大国家支持的那种，就在巴黎，还就是外省的各种各样剧团。你再到南美，你再到日本，然后你再到格鲁吉亚那边，你就看到这些戏剧，你感觉哎呀，戏剧不都那些东西吗？没有，所有的人都在追真出新，都在追求新的。比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要准备请一个，他舞台就是你是观众，我这边是舞台上是一个大斜坡，然后一个人就在那儿说台词，然后不断的有桌子下来，一斜坡嘛，椅子、饮料，什么卫生纸，什么破电视，还有床，还有婴儿的那种破帽子，然后哗，最后这一个大斜坡，最后这个东西越来越多都平了，然后他说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他们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争斗，然后爱情、战争。你想了一个大斜坡往下一直从头一直在，它本身你说它是内容吗？你说它是形式吗？一开始它就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所以你还有好多事咱还没干呢。是对，就是国外的东西确实是多，然后你看到这么多好东西，你就觉得得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然后就是说让咱们中国的创作者也好，还有这些人琢磨琢磨，看咱还能玩点什么。
所以您做这个几十年到现在也是一直很嗨是吧？我太状态还是嗨了啊，哦。这也太让我这次人羡慕了。对，我这次去到那个哪儿，就是我这次到那个南美的那个智利那圣地亚哥参加他那个戏剧节，我这次我去了10天，然后我就看了20多个节目，然后我就可以，我现在已经决定可以请4个。我还跟他们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然后我就可以请目前来讲，我就觉着有4个节目值得请过来。南美的虽然有点贵啊，我说他机票太贵了，他1万多，1万5，飞得太远了。我飞了30个小时才到圣地亚哥，但是全然不一样的一种新的质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戏剧美学的传承的理解不一样。它带来一种全新的东西，新鲜的东西。这种东西你平时你也看不到，你就在戏剧节里边能看到。而且你可能特别不喜欢，看完了什么乱七八糟，完了旁边就说：“哎，这个多好多好。”完了你们俩就开始争呗，完了就多喝几瓶酒呗。对。那个咱们现在像乌镇什么搞了10多年，现在就是每一年参加人数有多少？就是真正跟戏剧买票、参与活动有关的，大约是8万左右，每一年啊，那这个体量在戏剧界就算是非常可以了。阿那亚反正也是差不多这么一个体量。对。那这个7、8万吧。这个规模是不是理论上搞到今天，已经很多那个国外的那些知名的剧团也基本都能请得到了？对，都能请得到了。头些年这个还是有点压力的。头些年人家不知道乌镇，人家不知道是啥。现在在国际戏剧界也是算上。我一到那哪儿去了，就是直接就找我了说你来乌镇来的啊？我说 China，还挺牛的啊。对这件事儿是非常牛。那个很多电影节都办不下去呢。现在这个戏剧节能这么轰轰烈烈搞10几年，还真是挺牛的。我觉着可能阿那亚戏剧节和乌镇戏剧节是一个特例，我希望这个特例能一直，它有一个能量，一个魅力，一直能保持下去。那现在您大概1年能看多少部戏？就肯定比以前更多了吧？因为为了给戏剧节选作品也对，有的时候我不能在现场，有他们发一些录像，那我应该坦白讲，就是应该是，一个戏剧节得有40、50出，40、50出。那比这个可能，有好多东西都看了我都忘了，所以我们有个剧目的库。有的时候你今年并不合适，但是你第2年还可以再请。这个听起来也是戏剧地狱，太多了。有时候，尤其是到那个快到那个开之前，对，工作量也很庞大。但是我喜欢，我喜欢看那个戏，而且我一边看一边赞美或者骂。什么破玩意儿那也挺来劲的。对，当然那骂着挺开心的。对，但是你就发现，哎，这世界上有好多笨的人，怎么能做这么蠢的破戏呢？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可以呀，他怎么想的呀？对，我怎么没想到？我怎么没想？他是怎么想到的？因为我不可能完全跟他一样了，但是人家这么一想，就比如有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戏，就一直在一个跑步机上，全程，就跑步机有差不多有这个1个半桌子那么大。但长差不多有10米一个大在舞台上搭的，这个舞台就是说，然后他所有的一个人的青春，还有他的衰老，一生就都在跑步机上，就是人在跑。完了还有挺美的，然后有一些树枝儿从那个跑步机这边哗就过去了。
然后有的时候是一封信，然后特逗，这中间还有好多特别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一点过去，就在跑步机上的东西。还有一个戏倍儿逗，俩男的，一上来了就一直在跳，就没停，跳了1个半小时，80分钟，就跳，就跳，有对白吗？偶尔有对白，跳死你，一直在那蹦，挺来劲呐！到最后你就给他鼓掌，但是他也不说话，还在那跳。但是后来以后哎呀，我有点忘了，反正这个形式是给我有印象。应该说那个挺过瘾的，就是我想起年轻时候一大帮人去看音乐节，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那个就没事儿。有一些我们几个特喜欢，他们几个特讨厌，或者是反过来。这样的时候，现在回想那个吵架也挺过瘾，因为不会真急眼嘛。对，就使劲把对方喜欢的踩的猪狗不如然后让对方反弹。对，这个也挺过瘾。对，所以这个戏剧节，尤其是很多先锋剧的话，这种激烈的这种观点对抗，其实经常发生的。有都说好的，有的戏来了以后，哇，就是碾压性，比如像《人类之城》，还有那个去年2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伯母的一个偶剧，那就是碾压性的都说好，你怎么可能不说好呢？但是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些，尤其中国的有一些所谓的先锋啊或者什么，那就带来了好多不一样的东西。国外的也是，我们这个在那个乌镇戏剧节里有一个单元叫学院观察单元，然后那个学院观察单元是请全世界的大学生他们的创造，然后过来演，然后展示一下。那你看看人家国外那些大学生，他们戏剧学院的，他们学戏剧做出来那个作品，那太有想象力了，所以这个也是互相之间能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的，咱们现在国内的话，戏剧整个行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后继有人的这种状态吗？还是靠一批老炮在那儿撑着？大概是个什么状况？就是我觉得坦白讲来讲，老炮也不太做了，对，年轻的也没有，年轻的上来的就不够那么旺盛，就是年轻人不够那么有特点，我觉得这现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你不能说年轻人现在没有机会，因为到处都好像对比以前机会多了，各行各业都是。但是说你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那你好像你的那种个人能量，那个巨大的那种，就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东西，我们看着有点没有。那从业人员的数量呢？从业人员数量就是因为原来这个话剧的门槛没那么高，因为咱俩就可以，咱们俩琢磨，你写个剧本，我姑姑是一个小剧场的，问问他便宜点半价租给咱们这个剧场，咱俩再弄，你再找俩人，咱俩就可以弄一个话剧，这个门槛没那么高，不像要一个电影，对不起，没地方发行，拍着这个片子你那又不行，摄影又不，技术上又不过关，你没法弄。但是话剧不一样啊，这咱俩就那，从业人员倒是挺多，但是能不能有这种特别强大的能量的喜剧产生？现在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那咱们现在等于像2个戏剧节搞的，人气是够的，观众也是够的，消费也是够的，但是咱们大部分是海外请的，也有国内的，有国内的比例大概能是多少？2个都是国际戏剧节，一半，2个都是国际戏剧节，2个都是一半一半。那一半的话，国内的是不是每年也能出几个相当不错的呀？
还是都没有？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也在纳闷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年轻人哈，他电影都不吸引人了，电影电视都不吸引人了。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他就觉得我以我这种很牛、很有天分的影像能力，我就做个短视频，我很开心啊。他说我为啥要去拍电影？首先这个剧本能不能过审都不知道。对。完了还是别人说了算，是，然后最后剪辑也不是我说了算，资本说了算，所以他觉得老一辈的影像工作者太可怜了，这些年轻人就觉得我自己拍一个，我今天拍明天就上，所以我年轻时候见过所有影像方面有天分的人，不管他是拍广告还是拍 MTV 还是什么，你不用问他终极梦想就是电影导演，对，想拍一个牛的，不管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他要拍个牛，要做一个电影导演，要么挣大钱，要么拿大奖，对。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是，他就觉得哎，我这挺好的。我说你这个影像方面很有天分啊，为什么不想拍电影？他说我干嘛要拍电影？他们太受罪了，他们老一辈太可怜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代巨变呢，就我有时候挺懵的。这个事儿消化了很久，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你习惯了吗？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跟年轻人发现，他影像拍了一些特酷的，在抖音上、什么 B 站上。然后我现在默认他是不想当电影导演的。然后我试探性的聊到那儿一看，果然人家就没打算做电影导演。那从这点上来讲，你觉得可惜吗？从我对电影的感情来讲是可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对错的事儿，因为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选择嘛，所以肯定不涉及对错。但我因为对电影的感情，肯定是那些什么再精彩的短片对我来讲也，它也不能跟电影比，所以我会有那个遗憾。对，所以包括音乐也是，你看现在，我自己呢，我知道这件事儿没有对错啊。我前些年知道摇滚乐在全球的流行音乐消费市场上，摇滚乐不再排第一、第二的时候，我还是很受伤心的啊。然后我也听嘻哈，我80、90年代就听嘻哈，所以对我来讲，嘻哈并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我年轻时候听嘻哈的时候，它是一个偏小众的一个音乐形式。现在它绝对主流了。那对我来讲，嘻哈也很好，没什么不好。但是在我心里，它跟摇滚乐是比不了。那当然了，这个你可能跟我的这个，我们这代都是听着摇滚乐过来的嘛。但是现在摇滚乐甚至在美国流行音乐消费市场上，好像第2都进不去，恨不得第3之类的。那时候我听嘻哈还属于我的音乐收藏里边偏另类一些的呢，现在绝对主流。那是不是就是在这种变化的这个时代，人就是创作者是无法回避这种选择的？有一种比较积极正能量的看法，但我也不觉得它是假的，它不是为了正能量而正能量，我认为它可能是对的。就是我跟那个编剧宋方金老师也聊过这个事儿，就现在也有很多人，包括制作公司，成名的导演和演员很少这样想，因为他们是旧世界的获利者。所以新世界的变化出现的时候，我们从人性的本能上，你看很多文艺工作者说什么，哎，他说这科技能不能别发展这么快？他说上一个我还没学完呢，怎么又来了？又来新的了。对，就很多文艺工作者就讨厌那些科技变化。对。然后那个形式的消费这个习惯和这些变化也是，就是说，上次我跟一个电影制片人聊，他说他们已经认定了，他们当年搞网剧的时候，所有搞剧场那些大电影的导演和明星都瞧不上。说你们这个就都是我们那儿找不着工作的来拍。对，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对，但是后来网剧出了多少精品呢？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出了无数的精品。然后他们在那波里就算动作比较快的。然后这波呢，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别看现在那个网络短剧都土的要恶俗，就是特别恶心那些什么各种重生、各种怪力乱神。他说这是初期，这里边一定会出精品。就是我们人类被迫要因为时代变化、技术变化，面对将来我们可能看一个150集的电视剧，每一集就是2分钟。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在这个领域里探索的都是破烂。对，但是他说这不说明以后在这里边永远都是破烂。他说走着走着这里边就会有精品，一旦出几个艺术性、商业性都很成功的大作之后，就会有一堆
瞧不上他的那些明星演员进来，专业选手进来，就把这儿做的特牛。然后当然也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生代的。但是，你这么说都是一个，好像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理论。对。那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以后就没了？那不可能。您看啊，短视频也不咋地了，没了呢。那短视频被别的淘汰完全可能啊。对呀，当然，我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迅速有一种东西，就把短视频给弄过去以后，这个新的东西不叫短视频，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我们可能会不会重新要面对，这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反正就一直在变嘛。但是好在这种所有的变化。对于我们戏剧来讲，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实际上看着这些东西，好像既跟自己无关，又跟自己有关。跟自己有关的是，实际上是这个确实是跟自己有影响，还是有影响的。人家的欣赏习惯啊，还有这个欣赏的这个就是这个社会效应等等等等哈，跟自己没关呢，就是好像话剧永远好像得现场，如果没有现场了以后就不叫话剧，比如说那个音乐剧。说没有现场的音乐剧，那根本就不叫音乐剧，那叫录音，是吧？那哪行啊？它得有现场感吧？当然。所以如果要有现场感，那话剧肯定死不了。而且你要想到200年前，不，我想想，100年前那就是话剧一死，30年前说话剧也死了，电影也死不了。电影有可能被这波的冲击和变革变成是小众的边缘的艺术，就专门的，对，属于小众的，有可能。然后商业片没了，可能就会有少量的精品的保留下来，大部分就没了。本来是这样的，电影市场是靠一些每年有几个超级大片对撑起来一个很大一块，然后带动了一批中不溜的也难看，然后它形成一个它自己的这么一个圈层，对，然后再有一堆是更边缘的或者更小众的那些文艺片，不还有艺术院线吗？国外对，它会有这样共存，但是整个盘子还是很大的。但是未来比如说这种短剧短视频的这个成为主流消费形式以后，这种大制作的可能就每年有几个大的杵在那儿，就有点像现在话剧。对，话剧并不是说遍地开花特别繁荣，然后里边高中低都有，可能就是有几个头部的还能撑住一个场面，对，然后繁荣的创作批量的年轻人涌入，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但是那几个好的或者说一直在坚持的那些，还始终能保证这个形式本身不会被彻底淘汰，因为它有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可替代的某些属性，所以它就一直在。是。将来比如说年轻一代如果是看短剧为主，那长剧呢也会在，只不过它就是没有今天这么主流。还有我们经常会聊到说，一个唱片为什么是40多分钟、50来分钟？那个时候黑胶唱片的物理局限性就是两面听完了40多分钟，不到50分钟。对，所以一旦超过60分钟就要做双唱片。后来 CD 能到74分钟，所以很多唱片就可以写到12、15首歌，以前都是10首歌。这个貌似它都是跟这个跟技术是息息相关的，并不都是艺术家自主的选择。再比如说电影为什么就2个小时左右，以前是1个半小时左右。那他得算一天这个影院得放多少波观众进来，然后卖多少门票，然后再怎么样是利益最大化的，是一个最优解。对。所以现在有些大导演又不差钱，3个小时动不动拍3个半小时，院线不就烦吗？说你这3个半我本来能播2波，你这门票也不能卖，而且他只能收1部的钱。对，你还不能卖2部，你不能卖2部，你这不符合大家的消费习惯。你要9个小时，你怎么卖？对，你怎么是？对。所以很多看起来是艺术家自觉的选择，其实也有一些是跟技术背后的东西、背后的那个原理和底层逻辑是息息相关的。对。
所以我是对电影时代，如果在我看到电影时代就整个衰落下去，变成短剧时代，我情感上是难接受的，但同时又知道这事儿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我觉着我们在这个状态下迎接这个变化，或者我们在这个变化里边，我们看着这个变化，但是这个我们没在变化里翻船也不错。是因为你们搞舞台剧的，本来电影那波就没翻船，对，我们就没半个世翻，纪都说要死，结果也没死，还搞出2个大戏剧节。你看看，对，所以不用那么悲观。行，我只是感情上对电影整个没落有点难接受。当然，我也是，我对电影就如果他现在这个没落的话，我一方面就觉着是，我话剧是肯定是在电影之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着也确实是还挺，那我心目中那么多美丽的东西，那么所在的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嘛，我想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悲凉的。但有可能短剧那儿就很快就会出现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精彩的东西。真的吗？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每一代都这样。比如说，你看我音乐看的比较多，听的比较多。你看，像什么今天说爵士乐都已经登堂入室了，大的国外那些音乐学院都有爵士系，对，就都有专门的那个系是讲爵士乐的。可是爵士乐本来就是黑人贫民窟里出来的，还有现在你看街舞全球遍地开花，但是我年轻的时候看《霹雳舞》那个电影看过吧？那个电影里不就讲吗？他们教现代舞的地方，你去跳霹雳舞，大家说你这是什么街头的玩意儿，都很瞧不上。对，但现在街舞绝对主流了嘛。街舞不是还那个上奥运会了吗？对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刚出来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从业人员他这个形式本身有生命力、有活力、有接受度，所以他就出来了。但是一开始出来的可能就是野生的、野蛮生长的，这里边有一些优秀的，也有一些糟粕，但是确实整体没有达到那些沉淀过的成熟的艺术形式的那种成就。然后慢慢的这些里边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越多的人进去从事这个，这里边就开始长出一些更好更优质的东西。它不可能这个短剧全国人民都在看，然后再看10年里边还是那堆垃圾，你不觉着一直10年以后还这样？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吗？我觉得不可能。当然，以我这种就是这种腐朽的精英主义的这种想法，我就是精英一定会下场干这个的对，就是我现在联系不上，我联系不上这个中间的这个 ABCD 的逻辑关系。那你说10年的时候，一个短剧能怎么样？我现在也想象不了，但就像以前我也想象不了现在的事情一样。以前你想象不了现在的什么呢？很多都想象不了啊。就比如我年轻的时候，想象不了家里有一个100寸的电视，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集体观影后来被发现是人类的一个仪式。对，人是社会性动物，有集体观影、集体交流的这个心理需求，这个是下意识里的。所以以前有大屏幕电视，不要说大屏幕，刚出电视的时候，大家就说电影要消亡了，电影要死。后来连投影机都弄出来，大家发现该去电影院还得去电影院。对，所以它有一些东西，你看到它衰落是一部分原因，但它不死的那部分原因，在它衰落的时候你没有看出来。而且也可能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想象不到，就像我现在根本想象不到10年以后。而且你想一下，戏剧绝对主流的时候，弄个园丁喷水的电影出来，大家说这怪力乱神，小玩意儿，是过2年就没了，破玩意儿，对，不咋地，对，奇技淫巧啊，对，这不就是戏剧精英的主流看法吗？是的，谁知道后来电影能创作出那么多伟大的东西来？对，就是一个影子。对，以前电影院不就是吗？你进去花个5美分。看一个园丁在那儿浇水，然后一个小屁孩淘气，就那些经典的那些东西，对，喷一个脸，对，然后哈哈一乐，说哎，没想到还真有活动的影像能录下来，然后就走了，该干嘛干嘛。哎，那你真是我就跟你这么聊，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这么一个所在啊。
你怎么我其实那么乐观？是吧？我人生观都是你还说真的挺乐观的，挺积极的我发现对是很积极，很乐观，甚至在我这儿都没有，我就觉着有的时候还自己偷偷在后边儿笑呢，就说：“哎，这怎么着吧？不可能。”但是你怎么那么乐观啊？我还不算严重的，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以后没以前乐观了，但是整体我还是比较积极的。然后我见到很多，不是很多，有少数一些跟我同龄还比我乐观的时候，我也挺佩服的。哦，但年轻人乐观是常态啊，他们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嘛。咱们活着活着到一个阶段，就知道后边还有很多可能，但不无限了。啊，是对吧？是是是。但你20岁的时候，你觉得无限吗？所以本来随着年纪变大，我们生理上就会各种原因，心理生理上就容易变得没以前那么乐观。是，对，是是。但是始终保持乐观还是对的嘛。对对对对，就是以前谁说的？好像是伊隆马斯克也说过，很多名人都说过，就是你乐观有可能是错的，然后你悲观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悲观不解决任何问题。然后你就要乐观，你乐观如果错了，你也没额外损失啥。如果乐观完了对了呢，那你全程都是赚的啊。所以就还是积极调整。积极调整。您这行业说死都死了100年也没死，对啊还越来越热闹。对对对，我对现在这个戏剧这个我还是挺乐观的。尽管现在就像我说的，现在就是从去年开始，人开始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他们在哪儿？但是肯定在。这么多年来了，肯定在。但是他们可能暂时出去遛个弯再回来，那再等等吧，再等等。打游戏越来越多，因为打游戏的成瘾性是超过音乐、超过电影、超过戏剧的，所以打游戏的分走了一大块啊。对，尤其短视频的分走了一大块。所以其实是你可以悲观的理解成原来的主流的一些东西的黄金年代在衰落，也可以理解成更多的形式在遍地开花。因为人就那么些人，我觉得第二者可能更加的，就看你怎么解，更加现实，而且那个看法更积极。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我在想，就是那个时候正在开始，你弄出一个来，一个思凡，那这思凡你说有多那个什么？没多好，但是就恰如其分，那个时候咵就弄出来了。那时候也没更多的让别人选择，对吧？因为别人已经不行了，然后起来了，然后你弄出一个来，弄出来。你弄一个，然后大家来劲了。现在是什么？太多，周围眼花缭乱，然后选择多吗？一个是选择多，还有是人家便捷，人就在身边。我要是在身边，我要发明一种东西来，看话剧啊，看话剧，快！看舞台剧，舞台剧特别棒，特别棒啊，特别棒啊，特别棒。那我没有这个一个东西来，而人家那个啪直接拿出来一刷，这里边所有东西都，它也便捷，是他发明的这种东西便捷。对，所以我通过你这么一说，我觉着是不是话剧？我还真有启发。话剧。弄些笨的东西，什么叫笨的东西？你不容易找着，你不容易看到，比如在山里，全那个你能闻到青草味儿，然后还有那个羊的远处咵过来咩咩叫声，然后火把，咵，然后这时候你朗诵的一个。你说把舞台转到真实场景里，这还真有可能。这样的话是你笨，你不一定能。你在这儿，你怎么弄都没有。你直播都播不出来。对。那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 life 的那种感觉。像 IMAX 不就是被那个什么投影机和家庭电视那些给逼出来的吗？以前看电影哪需要4层楼的高度？对对对，对吧？IMAX 就被这个逼出来，但实际上观影体验确实好。好啊，对，好啊，那 IMAX 啪一弄完了，那人都那样了。对对对，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担心，比如说像乌镇戏剧节这种，如果有一天来看的人一半是看戏剧来的，
另外一半是来这儿自拍凑美发社交网络，然后就网红打卡点。如果成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会高兴还是会遗憾？我会遗憾，但是就这么着吧。它不一定有出现什么。你看，这就典型的同一件事儿，你是积极人生观还是消极人生观？还真是哈。对，因为就同样是像您这样，就是一辈子搞戏剧的，他如果乐观积极的话，他会觉得那就网红呗，反正来了更多人，这来了10个9个是拍照的，其中1个也是来拍照的，结果他迷上戏剧了，也行，那不就赚了吗？对。但是如果对这个事儿有点有点那个过于洁癖，或者纯粹就觉得，哎，我们都是给戏剧爱好者来的，你们这些其实我也不能赶你，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来，来了我还挺烦的，就会有这种。但是戏剧有一点，就是什么是戏剧？戏剧就是繁体字戏是一个虚，一个葛，对，冲突也是假冲突。剧是这边是一个刀，就是都是假的，好，那么这些假的东西怎么跟真的能合在一起？我觉着，就我们也没面对这个没有办法，只能让他，就是说，昨天我还跟朋友一块聊天，说起来这事儿，就是说，戏剧你应运而生的那个时候，比如你现在再弄一个乌镇戏剧节，对不起，1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你再弄不起来了，你弄起来也挺那个鬼祟祟的，不是那么回事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戏剧特别旺盛的时候，你终于起来了，那有1天、2天、3天、5天、1年、半年、10年。8年、10年，就这段时间，戏剧有一点点暗淡，没那么闪光了，你必须得承受这个，你必须承受。对不起，你光有你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了，你这认认真真的忙的那个时候，你肯定得享受这个悲惨的时候。也谈不上悲惨吧，就是起起落落嘛。还好吧，现在话剧可以，你看跟什么时候比？是，没错，可以。您出道的时候还经历过所有的剧场都消失了呢。对呀，对呀，是，对，所以正常。然后那个电影也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儿中国就没有人看电影，我们那时候谈恋爱最喜欢去电影院早恋嘛。因为那个父母老师都不容你早恋，然后你跟女朋友就跟做贼似的，去哪儿呢？正好到电影院。对，晚上好办，压马路你就反正灯光暗一点就行了。白天咋办？白天你都不知道去哪儿，就下午没课，然后2个人出来不知道去哪儿。电影院惨淡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影院，只有大放映厅。对。我们小镇上就一个800人的一个剧场电影院，然后我们俩去的时候，通常就有6、7个人在一个800人的电影院看电影。然后我们每个人离得都贼老远，就是互相能看着，但看不清脸，就那么远。然后他们也是来谈恋爱的，没人看电影，爱放啥放啥。都无所谓。对，我们就在那儿那个什么谈恋爱嘛，就在那儿说话闲聊。然后电影放完了以后就走了。都这样。结果后来迎来电影业那么繁荣的几十年。对，几十年。对呀，就正常。对，起起落落嘛。还有我说实话，我刚才说的好像我有多乐观多积极似的，我也是一个认知调整，就是我本来年轻的时候去音乐节，我们年轻的时候去音乐节还很小众呢。当年摩登天空搞那音乐节，主流的听流行歌的，听那种流行歌曲的，他们会觉得我们这去听的都是妖魔鬼怪唱的。对呀，就摩登天空后来搞的那个什么草莓什么越来越大，其实当年特别小。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我们去听的人也被当妖魔鬼怪，唱的更被当成是妖魔鬼怪。那个时候我们去还真的就是听音乐的。对。所以在那儿很认真的听，连蹦带跳也是因为音乐。这些年呢，我是因为忙没什么时间去了，但有时候刷社交网络，微博也好，小红书也好，就看着一堆孩子年轻的跑到音乐节，然后他也不怎么听歌，上边在唱歌，下边这个几个姐们就在那儿1个多小时了还拍呢，短视频照片没完没了拍，然后去
写的图文的也是，就你看着就是跟交友有关，跟音乐没关。然后我刚开始我想法就是，哎呀，就遗憾嘛，就跟刚才说您那个戏剧节，如果来的都是些网红打卡，不是来看戏剧的。是。我的感受也是很遗憾，我说怎么就音乐节变这样了呢？我就这个感觉。后来我有一些朋友，甚至是搞音乐的，就说这多好啊！他说这种人越多越好。买门票进来，他也开心，我也开心，我们俩有时候一起开心，有时候各自开心。然后呢，能让这些音乐人靠音乐为生。你管他是来干什么的？另外一个就是转化。以前的人，他本来就是郊游的，结果拍着，哎，这首歌挺好听，我怎么不知道这歌手？对，转化一个粉丝。以前人更专一的，对，现在他一个人能干3件事儿，不是坏事儿，也行，对，也行吧。对，就有的时候，您就想想，那戏剧节如果观众数直接翻番，然后收入什么全翻番。结果长出来的这100%里，就翻了1倍嘛。长出来多出来这100%里，只有80%是80%是网红打卡的，20%是听戏剧的。那你赚那20%也很好啊，而且钱是 double 了呀。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得有一个这个消化过程。对。你还是觉着好像同志们呀，喜欢戏剧的赶紧来占据吧。对，我就这么点座位，赶紧大家来吧。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可能得换一个。而且再想另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的话，就是戏剧今天登堂入室，成了艺术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形式。对。可是人类最初有戏剧的时候是妥妥的下九流啊，那当然了，对不对？都是这么过来的。对，那个时代的人在戏剧没有成为主流接受的艺术形式之前，搞戏剧的就是咱们今天看搞短剧那帮。这些人没正事儿吗？他怎么不上班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有的，因为比如说我那时候长头发，然后坐出租车嘛，然后完了以后那个出租车就开着，完了一看说小伙子。你是搞艺术的吧？我说我是做话剧的。然后他说，唱戏的。哎，他分不清，这普通人分不清话剧、舞台剧、舞蹈什么艺术什么，他分不清，那就更分不清它本身的戏剧，它的这种风格、流派和状态，那他就更分不清了。但是如果要让这些人都进剧场，也不可能，对，也不可能。对，所以我们在已有的状态里边来争取更多的关注。对，就像那个说的那个什么是吧？不要给他市场，我们自己自造一个，对，自己造一个市场吧。我小时候也听老师说一模一样的话，全国都一样，我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说这孩子就是这个什么，就让他这种人没有市场，对，然后什么臭狗屎一样给他凑起来，凑起来，然后什么，反正就全国的老师都讲一模一样的话。他们长大以后到天南地北一聊都一样，这太奇怪了。对，不要给他市场。对，就让他没有市场。对，然后什么让他自己琢去，我们都不要理他，他没有市场就老实了啊。就这种话都是对，特别奇怪。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市场，我们也不老实。我们要自己自造一个这种关注力。现在再搞短剧且有一点追求的人，就是这个心态。他觉得你们一听我是搞短剧的，第一反应就是瞧不起我。但是我可能有这个里边肯定很多就是赚快钱的，也有一些有追求的进去下场就想着我要憋出一个惊世之作来，可是让你们觉得我这个根本不入流的短剧其实是可以出精品的。我盼望着这一天。我也是。那你其实我以前在跟你聊之前我没盼望。你聊完了以后，我倒觉着可以盼望。对，当然，因为你说的那个水饺园丁，你说的那水饺园丁倒是把我那个时候就是奇技淫巧嘛。对，倒是。谁会认为它是艺术呢？他说有人发明了个小玩意儿是吧？然后就看戏剧去了。对吧？对，肯定是这样的。对。
就包括我刚才讲，我年轻时候看霹雳舞那个剧情，你记得吧？他们在街上跳舞，我记得。完了那些登堂入室的现代舞，就觉得你们就别来了，你们还好意思参加比赛？不就那个嘴脸吗？是。但后来人家就对，所以很有意思。对，街舞、霹雳舞。所以人类好像在不断的有什么新的，其实都是在重复。对，好像这种东西都是被已经设计好了的。就是在设计的这命运已经设计好了，然后只不过是在这当中你自己那个承担在哪个段落，属于你。换一拨人，换一个载体，再演一遍。对，就这感觉。对。好，这几年国内呢，我是刚听您说这1-2年又下来了，反正就综合这3-5年的话，整体上演出市场很火爆嘛。然后咱们这个戏剧市场，我听说也让一些国外戏剧同行还挺羡慕的。对啊，然后但是国外是之前你也说过，国外是偏中老年的为主，咱们国内是年轻的比重为主。对，外国人到咱们这一看戏剧节，说你们这么年轻啊，全是年轻。我说，全是年轻人，你就不要聊了，你看到的全是年轻人。对，那这件事儿呢，反正我们这边不管怎么解读，它都是偏积极的。对，他们那边那个青黄不接是为什么呢？他们按您刚才说的，他们那个戏剧形式啊、表演也一直有突破、有创新，但是为什么年轻人就断代了呢？我的感觉他们也总结也没总结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个欧洲啊，还有包括美国，他们的体系建立起来的慢，然后呢转变也慢，就是出问题也不显，我们是轰起来了，咵就没了。完了啊，怎么回事？出来就特快，我们必须得面对这个变化。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不着急不着慌，一直在有。完了，政府该资助什么，就是10年前资助，20年以后还得资助。只不过他们资助的在整体上来讲，整个欧洲的都少了。因为经济也不景气，就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他自己要制造这些年轻的这种关注力，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在不断的消耗这种年轻的关注力。所以你看着，就是凡是那些欧洲的那些导演，如果就是戏剧导演哈，如果他有年轻人进了剧场了以后，他就特别高兴，不像咱们全是年轻人，所以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烦恼。我们这儿是为什么岁数大一点就流失了？我是希望就比如说能这些观众能跟我们一块儿成长啊，一块儿就别下车。这列车还在往前走呢，而且风景不断在变化，那么我们干嘛不能一块儿再往前走啊？但是他们都提前有的就下车了，但是也没办法。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戏请您去给学生开一门课，当个老师什么的，我还真去。对，你希望教他们什么？就因为您离开那个学院也几十年了嘛，对吧？今天如果回去跟年轻一代学戏剧的，不管是学电影还是学舞台剧的，你希望给他们开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如果由着您开的话，我给他们讲一下这个戏剧结构。我觉得一个戏剧的就任何事情结构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戏剧，我给他们讲一下戏剧结构。另外一个我就知道怎么，就等有了戏剧结构，我给先讲半学期，另外的这个半个学期，我就说怎么打破这个结构啊，我就这就够了啊，叫戏。我的课的名称叫戏剧结构与反结构。看来这个事儿还想了一段时期了。没有，我现想的。现想的。我觉着，因为结构这个东西，我一直特别的觉着，任何事情它，比如一个建筑也是嘛，它必须得有一个你住哪儿，电梯在哪儿，它得有一个结构。是。但是好的东西肯定是反这些东西的。但是至于用什么反，怎么反成什么样，可能
AI 就帮不了忙了。对，好，我们拭目以待，看 AI 是不是能全方位的淘汰人类。对，其实我以前教过5年书嘛，其实讲课教书也很有快乐。那个时候我年轻，还没有对比我更年轻的人有什么特殊情感，我都觉得挺过瘾的。现在我中年了，我现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大部分是偏正面的，除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骂我老登之外，大部分还是比较正面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可能真的去学校教，我可能退休了也想去学校。去学校挺好的，对，挺好的。是你看着那些学生看到你的那个东西，其实他们实际上想看到自己的未来，可能还能弥补我没生孩子的遗憾。嗨，对，就挺有意思的，应该。好，按照惯例，我们这个收尾的时候就是请给我们推荐3位嘉宾来录这个节目。这个可以是您比较熟的，给我们介绍加牵线儿，那当然更好，求之不得。如果有这样的最好，如果没有这样，只是比如说您对某一个中国某个领域的某一个人感兴趣，希望他在一个播客节目里跟我们分享一个5、6个小时他的人生或他的事业这样的东西，也可以，认识不认识都可以。但是最好是您认识还能给我们牵个线儿的，那我们就赚了啊。我还真一下想不出来哎。那事后想也可以。我们这样经常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请那个影视飓风，就是一个现在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做内容视频的就是做视频内容特别优秀的一个团队，他们是全方位的优秀，就是选题也好，拍摄执行也好，然后团队的商业化执行也都特别优秀，就是他一年拍100多支还是300多支吧，他们团队一年拍300多支，然后他能非常合理的把工作分配下去，高效的执行，产出的品质很高，而且这300多支片子他几乎全都出镜，只不过很多工作他自己有从头到尾掌控的，也有一些是交给下边人做，但他要出镜，因为他出镜和不出镜影响这个传播。这么一个小伙子叫 Tim，英国留学回来的，然后他那个号叫影视飓风。他来聊的时候，我们聊得非常好，然后那期收视也很好。同时在结束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推荐几个人，然后他就推荐了那个魔术师刘谦老师。魔术师。对，那我以前对刘谦老师的认知是很浅的，就知道每年春晚他都来，然后他很擅长表演和讲故事，然后每年都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那种近景的魔术，然后弄得第2天全国人民都在讨论，然后第2天全国的魔术师都出来说我看懂了，我要揭秘。对我来讲，就是多年以来是伴随着我们中国人的春节的这么一个表演很厉害的这么一个魔术师，仅此而已。我对魔术研究严重不足。结果 Tim 给他推荐，他来我们录了一期，我只是觉得他的大众接受度好，然后表演有风格有意思，就这么一个。结果来了以后，完全没想到他对魔术的理解远远超出我能想象的，而且他对首先他就是世界级的魔术大师，这个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只是春晚露个面，平时大家也还有好多别的东西根本没露呢。对，简单说就是魔术比您这个戏剧冷门多了，小众多了。是。我们小时候看，你想想，这辈子最后一次看魔术现场表演，通常就是小时候有个马戏团，对，来演出，中间有3个节目是魔术，剩下都是马戏。然后当你7、8岁、5、6岁的时候，神奇的不得了，哇哇叫。长大一点就说就几个破玩意儿，翻来翻去不就几个球吗？对，就会有这种感觉，慢慢就不看了。美国人也这样，中国人也这样。后来不就出了个大卫科波克菲尔吗？大卫科波菲尔，他就把魔术提高到了人们对魔术的理解高好几个层级的那个水准。再比如说太阳马戏团是全世界津津乐道的。是。马戏本来被认为是很土的，后来就慢慢没人看了。后来出了一个太阳马戏团，把马戏提高到一个艺术的这种一个层面高层级，然后就跟旧世界的完全拉开距离了，然后就带来了就是我们对马戏的全新认知。魔术师也有很多这样的，刘谦其实也是这种级别的。然后他来在我们这儿录了，您看过我们一些吧？我看过。我强烈推荐您回去有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
就是这个什么开车啊、休息这样的时候，听听那个刘谦那个。刘谦那集，对，他把魔术的理解，按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理解，至少提高了2-3个 level。哦，然后给我们讲了很多魔术界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个人对魔术的理解。哦，然后我们就发现，这哪是一个春晚魔术师啊，这就是一个魔术大师。只是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了解不够。只能因为在这大众欣赏层面到他就到这儿了。而且他有专场，因为大家习惯上不去看魔术专场了，所以没看的人不知道。就跟我当年去看犀牛之前，恋爱的犀牛之前，对，我不知道话剧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停留在脑子里小时候跟我爸妈去看过的那些沉闷的那种旧世界的那种话剧，不一样，看着看着审美疲劳就不看了。对，这个完全没想到。对，后来刘谦老师在长沙有一场，我就去了。他那一轮已经收官了，但什么原因那边要求加场，然后他去，我就专门飞到长沙去看了一下。然后也做到了他说的那种境界。他在我们那儿说，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一直致力于把一个专场演出演到一个让观众看的时候一恍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这个没有安全感是指你对这个真实世界、物理世界几十年的认知，由于一个精彩的魔术表演，你瞬间有点恍惚，就觉得哎，我靠，哪儿不对了吧？你倒没有说一头扎到那边去了，但是瞬间从那儿过来了一下，回去了一下，就有那种恍惚感。这个我听着特别心驰神往。结果我到长沙去看，我觉得他的表现都有好几个片段，好几个那个瞬间是真的做到了这个的，我就觉得飞一趟看都值，非常值。对。所以我自己说实话，我录这个节目，我感觉收获非常大。就是请各行，而且咱们本来也认识，但我不知道您聊天的时候这么生动，这么好玩，这么就是这么聊。对，而且完全像年轻人，就是这个，尤其是提到戏剧的时候，所以就感觉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对。所以你要有觉得合适的，回头现在想不起来没关系，回头想起来咱们微信。行，给推荐几个。好吧，可以，感谢，太好了，感谢，谢谢你，好吧，谢谢你。行，那咱们合个影哈，来合个影，一般就是合个影留念，来，太好了，来坐，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